今天的天好蓝啊，云好白呀，那朵云好像只小狗啊。小男孩的耳朵动了动，离他1公里处有一商队正缓缓地向他驶来。我就在这儿等着，一会儿好好求求好心的叔叔带着我，那我就不用走路了。我真是个聪明的孩子。哎，桃儿，那儿怎么有个孩子啊？你过去看看，小心点啊！实在是因为荒郊野岭，突然出现个孩子很是不正常。哎，孩子，你怎么在这里？我是去找外公的，我娘不管我，我好惨啊！你外公在哪儿啊？你爹呢？我外公是个大英雄，镇守在边关，我爹死了。京城里的一个贵公子连打了几个喷嚏。谁在说我坏话？我娘天天就知道挣钱，把我交给了夫子，让我自生自灭。说完后的男孩眨着水汪汪的大眼睛，乞求地看着男子，谁也拒绝不了这么可爱的孩子。男子的心都被看融化了，拉着小男孩的手来到头儿面前。他娘忙，不管他，他爹死了，他打算去边城找镇守边关的外公。好心的叔叔，你长得这样帅气，能带我一程吧？等我找到了我外公，一定请你们吃好多好吃的。骆贝贝眉眼弯弯的，先是吹上一波彩虹屁，看领队的有些犹豫，男孩再接再厉。我会负责自己吃喝，不会麻烦你们的。我还会打猎，找水源，我会的可多了，真的不会麻烦你们的。一连2个不会麻烦，领队的都不好意思了，他更不忍拒绝这软萌萌的小包子。谢谢叔叔，是我见过最好的人了。我叫骆贝贝。那你是不是还有个哥哥叫骆宝宝啊？叔叔，你好厉害呀，你怎么知道？我也就随口一说，没想到还真有这么一个哥哥。你在这儿，那你哥呢？我哥去了京城，他想在京城找个爹，听说那是全国最有权有钱的人住的地方。这孩子是真敢想啊，天真。啊，那你哥哥多大了？我和我哥哥是双胞胎，我今年6岁了，你们猜？躺在货物上的骆贝贝不用走路，眉眼带笑，是有问必答。众人听后嘴巴一抽。这孩子真有趣。那这个当娘的心到底是有多大呀？啊，孩子不见了，不知道吗？也不知道会不会着急的满世界找。那众人聊天聊的都不知道下面该说什么了。居然又出了个新话题，总不能让它掉在地上吧？哦，没事，我们经常这样，就是不知道洛心儿到哪里了。骆贝贝想要宽慰这些叔叔，不过又扔下了一枚炸弹。那洛心儿是谁？我姐姐，我们是3胞胎，我娘厉害吧？骆贝贝嘴巴上扬，很臭屁地说：应该说你爹更厉害吧，这个娘真不合格。领队的善心大爆发，对这个可爱的又善解人意的骆贝贝是喜爱到了极点，一路上特别关照。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小朋友？我去哪关你什么事儿？一个披着人皮的大尾巴狼，心坏透了，哼！哎呦，小朋友，你告诉我你要去哪里，我送你好不好？哼，这可是个好货，一转手绝对高价。哎呀，老天眷顾啊，绝对不能伤到了，先哄骗，不行就来硬的。我呀可是个好人，你看你一个小孩子走在路上多危险呀，你说去哪儿，我送你。可拉倒吧，把你的心放水里，都不需要加墨就能写字了，我家就在旁边，我这就回家，不需要你送了，谢谢姨姨啦。这肥羊可不能丢了，看样子软的不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来硬的了。女子眼波一转，
从袖子中慢慢拿出带药的手帕。女孩眼睛眨了眨，瞄到了女子的小动作。这人太坏了，因为有事本想饶过他，没想到他茅房里打灯笼，非要找死。哼，那就顺势而为吧。装作没有发现他的小动作，眉眼带笑的蹦蹦跳跳的向前走去。女子紧跟在小女孩身后，突然加快速度，快走几步，撒了药的手帕对准女孩鼻子一捂，小女孩顺势倒下，没有一丝挣扎，出奇的顺利。女子左右扫了眼，迅速抱起女孩，眼角的笑意止都止不住。这迷药也太次了，下次让你尝一尝本小姐做的迷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进来，那就别怪本小姐不客气啦，要替天行道啦。女子动作利落，抱着小女孩钻进了旁边的一辆马车。车夫低着头，戴着斗笠，轻轻晃动着鞭子，马儿吃痛，慢慢地向前走去。啊，没想到还是团伙作案啦！哎，漂亮！哎呦，真漂亮！看这面容，这穿着，应该是大户人家的小姐。你打听清楚了没啊？她家里的情况不会有什么大麻烦吧？我先是跟了她一段路，后又旁敲侧击地问了问，没问出来她家世显赫。你把她和后院那些孩子装上车，我这儿收拾收拾，立刻出发。唉，都是容颜惹的祸呀！我这倾国倾城的美貌呀！他们还管了其他的孩子，这些孩子遇到我，算是遇到救星了。我要做个好人，要做个劫富济贫，哦不对，应该是打家劫舍的好人。要让这些坏人趴在我的脚下，喊我仙儿大侠，给我唱征服。都走快点，不听话的，老娘就把他拉去喂狼。与我差不多大的小孩子，哼，真是丧尽天良啊！发现他们丢失，他们的娘亲得有多着急呀！啊！若星儿倒是忘记了他们集体离家出走，他们的娘亲会不会担心着急？不知道他们要带我们去哪儿，怎么办啊？还能怎么办？身上软软的，跑都跑不了。先看看吧，等待时机。你们三个别哭了，烦死了！爹呀，娘呀，快来救救你们的宝贝儿子！再不来，就见不着我了。哎呦，这些人贩子别犯到小爷手里，不然让你们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哼！不哭啊，姐姐请你们吃糖啊。三个孩子瞬间眼睛亮了，忘记了哭泣。女孩从腰间的袋子里掏出3个糖果，贴心地塞到3个小孩子的嘴里。这是女孩好不容易省下来的3个糖果。3个小孩子瞬间被甜味所吸引，暂时忘记了不快。真好哄啊！女孩看着脸上露出笑容的小孩子们，嘴角不由得上扬，不过很快又垂了下去。这时的女孩感到好无助，好无力。别伤心，我会救你的。你都已经在这儿了，就不要说大话了。你就祈祷你爹娘早点来救你吧。这个小妹妹真漂亮，好可爱呀，只是一点都不清楚自己的状况，不会是个傻子吧？真的不骗你们，我真的可以救你们。我是自愿被抓的，我要好好教训他们一顿。切，就你说大话谁不会啊？你，哼，坏人，不救你了，让你被坏人蹂躏打骂，我真的很厉害的。我叫洛希儿，你们叫什么？我叫武静雅。真是人如其名啊，恬静儒雅。我叫刘宝儿。我叫金轩。我要怎么办呀？人贩子在饭里加了软禁散，我要怎么办呀？你们好呀，很开心又认识了几个朋友。至于那3个小不点儿，就忽略掉吧，太小了，都不知道话能不能说得利索。叔叔，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呀？去京城。太
好啦，我本来就是要去京城的。又是一个傻的，白瞎那么好的容貌。去过京城吗？京城好玩吗？京城漂亮吗？若是再要说话，毒哑你！什么人啊？怕他赶车憋闷，好心与他聊天，他还要毒哑我。哼，坏人，都是坏人。不过是去京城的，那就留你们多活几天吧。我可是人美心善哦，你们就不需要谢谢我啦。站住！你今天是插翅难飞了，别指望你的主子能过来救你，你主子现在也是自身难保。不知主子现在怎么样了？只求主子能平平安安。老天啊，难道我今天就要命丧于此？男子慢慢向后退去，3名黑衣人拿着剑缓缓逼近，一切在火光电闪之间。男子紧握在手里的白色粉末快速向3名黑衣人洒去，轻功运用到极致。跑，即使跑不了，也要想办法让这3名黑衣人陪葬。没想到他还有这手，他也只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久了。呵呵，这场游戏很快要结束了。不好，他们的刀上抹的有毒，头好晕，看样今天是真的要折在这里了。男子觉得有点晕眩，后面紧追不舍的3个黑人走了过来，有点像是猫戏弄老鼠的感觉。你跑啊，你倒是跑啊！跑。头越来越昏，身上越来越软，视线越来越模糊。一个帅气内敛的小男孩正躺在一棵大树上休息，低头看到了这一幕，只是淡淡的扫了一眼，又继续合上了双眼，闭目养神，不想多管闲事。说来不巧，男孩旁边突然窜出一条蛇，他凭着本能直接捏住了蛇的7寸，2个手指一用力，蛇的小命休矣。这男孩是个练家子，不简单呐！这一番动作让3个黑衣人发现了他的位置，黑衣人们对视一眼，2个黑衣人提着剑，运起轻功就是一顿刺。男孩睁开灿若星辰的双眼，一个利落转身，稳稳落在地上，淡淡的看着黑衣人问：何意？一个惜字如金的男孩，虽是淡淡的看着，但是很有压迫感。黑衣人们有点忐忑地看着男孩，这张脸，这种压迫感都很熟悉。3个黑衣人有些心慌，那种刻在骨子里的心慌。眼前一片模糊的男子已经无力站起，看到突然从树上落下的男孩，眼睛、大脑一下清明了，忙不迭地向男孩爬去。主子，快跑，不要管我，记得以后一定要帮我报仇啊！这人是想祸水东野吗？简直是不知死活。3个黑衣人这会儿明白了压迫感与熟悉感从哪儿来的了。这男孩与这男子的主子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没听说过他有孩子呀。要说这不是他的孩子，黑衣人们是不信的。这藏得真够深的，孩子都这么大了，我们居然一点消息都不知道。你今天是走不了了。男孩从黑衣人眼中看出他很像一个人，而且那个人还是黑衣人的死对头啊！我何其无辜啊！不知这3人武功如何，我能解决他们吗？不管了，先下手为强。男孩背于身后的双手从袖中拿出无色无味的毒药，让它在空气中挥发。那下面就是要拖延时间了。哼哼。躺在地上的男子想要站起身来，挡在男孩身前，不过一切都是徒劳的，他根本没有足够的力气站起来了，甚至是已经在濒临死亡边缘。男孩看3个黑衣人向他围攻过来，看准时机，运用轻功轻松躲了过去。一场你追我躲你杀我还躲的戏码开始上演了。正面打，男孩不是他们的对手，比轻功跑得快那是无人能及。
这孩子年龄不大，轻功那是极好。这孩子一定是那个人的孩子。这3人武功真不错。这招是不错，凌厉。啊，那招也不错。我好好看看，观摩观摩。再过一会儿，可就看不到了。地上的那位已经躺平了，黑衣人越追速度越慢，开始倒没感觉，有感觉的时候已经晚了。3人发现不对劲后对视一眼，眼底都是震惊。跑！你们走不了了，来说说吧。你们说的让我满意了，我就放了你们。从感觉不对劲到头晕眼花，不过就几息之间。这孩子与那人一样的阴毒，这次是栽了。你们确定不说点什么？再不说，你们就没有机会了。3名黑衣人见没有翻盘的机会，咬碎了藏在牙齿里的毒药，口吐黑血而亡。没有问出想要知道的，真是遗憾。又转头看了看地上躺着的男子，问他也是一样的，不过就他有些麻烦呀，一看就是进气少出气也少。不甘心啊，我还没娶媳妇儿呢。恍惚间，一颗美味带有生命力的药丸被塞进嘴里，本能吞咽下去，立刻感受到蓬勃的生命力涌进7经8脉。好药啊！疼，好疼！想说想叫，没法发出声音；想动，仿佛这个身子不是他的似的，动弹不得。终于忙完了，这么个大块头，怎么办呢？男孩陷入了沉思。好在天无绝人之路，男孩动了动耳朵，远处一辆驴车正缓缓驶来。男孩动手把3名黑衣人用草树枝遮掩住，坐在男子身边，静静等待驴车的到来。男孩小手一摆，老人驾驶驴车停下，把他拉到最近的客栈，我还有重些。男孩绷着脸臭屁地说道。老人见一个身穿锦袍长相非凡的男孩拦住了他的去路，心里有些诧异。他死的活的？活的，再不拉到客栈好好照顾，那就是死的了。救吧，俗话说这救人一命如遭7级浮屠。再说了啊，还有钱可拿呢。3刻钟后，就这样摇摇晃晃地到了一个客栈。又经过一番交涉，终于把男子安排在客栈后院的一间屋子里，又付给老人一些报酬，又多付了些银钱给客栈，不然客栈不让住啊。就这还是住在后院，担心一不小心人在他这儿没了，对客栈影响不好。已经后悔救这个麻烦了，我都花出去多少银钱了。一片空旷的高地，绿树如茵，溪水从旁边哗啦啦地流过。众人有的把马解下，拉到小溪边喝水吃草，有的拿出铁锅粮食做饭，有的检查车子是否出现故障，货物绑得是否结实。一切都在不言中，一切又是那么井然有序。这个领队叔叔不简单。洛贝贝把一切看在眼里。我刚才看那边有兔子，我去打2只，我们中午加个餐。好，那你小心点，我让叔叔陪你一起去。又冲洛贝贝旁边的2个男子使了个眼色，他对这个突然出现的孩子还是不放心。出门在外，多个心眼总是不会错的。这是要看着我啊？没事，老子行得端，站得直，不怕他查。他放轻脚步，闭上双眼，打开耳石，仔细听着。在左手边有几只兔子正在吃草呢。洛贝贝手握几枚银针，轻轻地移了过去。只见他小手那么一挥，3只肥胖的兔子倒在了草地上。叔叔们，快来捡兔子啦！跟在洛贝贝身后的2人看洛贝贝有模有样地行走于林间，以为他是吹牛唬人的。后来听到洛贝贝的呼喊声，忙跑了过去，没想到这小家伙还真有几下子。哟呵，还真中啊，可以夹菜了。我没有骗你们吧？我打猎可厉害了，以后不会再有人说我吹牛皮了吧？2个叔叔提着兔子，3人一起向营地走去。
还未到营地，洛贝贝兴奋地大叫道：叔叔们，我给你们加餐了，快来看看啊，我逮的兔子！没想到这小家伙还真厉害，估计也是哪个名门之后吧。你真棒，我一直都是信你的。你这话就骗3岁小孩吧，哼！你们把兔子拿到水边收拾一下，我们晚上加餐。把兔皮好好的剥下来，回头让洛贝贝带走，冬天可以做件坎肩。不用了，叔叔，我家有好多，这就送你们了，全当是我麻烦你们的报酬了，可好？这样的兔皮我家都送人了，家里有几张完整的虎皮、熊皮、狐狸皮，都是我兄妹3人的战利品，不能再想了，那都是一部血泪史呀！哎，你们看，这石头摆的是不是有规律？一堆石头能有什么规律啊？我看你现在是草木皆兵了吧？哦，我看看。男子眼神亮了，这是用八卦的形式摆的，意思是午时6人被困北方。午时，他们路过这儿，有6个孩子。太好了，我们的方向没有错，他们是要去京城，不会错的。快吃，吃完我们立刻去追。难道是刚抓的孩子吗？这孩子看样子是有些本事在身的，也被抓了。怎么不见他的爹娘来找啊？这孩子要想跑，一定是能跑得了的。百思不得其解。这个人是武静雅的父亲高薪筹请过来的江湖人士，叫李川，善追踪。因每次关键时候李川都能准确地给出正确的见解，所以大家都很信服。骆宝宝走后的1个时辰后，风首领，你看这里有血迹。哎，你们快过来看看！难道找到了？众人围过一看，3具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这是个用毒高手，他们先是中毒，后发现无力解毒，他们就又咬破牙齿里的毒自尽的。这边有个车辙印，我们要不要追上去看看？我带人去看看，你们继续寻找线索。几个侍卫在一间客栈门前停下。哎，你们这里来过一位浑身是伤的人没？掌柜的吞吞吐吐，东张西望，一看就知道来者不善，早知道就不为那点钱收留他们了。哎，看来他是在这儿了，进去搜。随着风首领的一声命令，身后的几人向楼上后院跑去。掌柜起身便想拦，风首领拔出剑威胁道：你是想现在好好说，还是一会儿去牢里慢慢思考？听是官府里的人，掌柜立刻怂了，低头哈腰说：他们在后院。你们何人？风侍卫看着1米多高，浑身散发着冰冷生人勿近的气质男孩，像，真像，不会这么巧吧？这以后再慢慢查，得先找人。骆宝宝没有错过风首领看他时那一闪而过的惊愕感。请问你今天是不是救了一名浑身是伤的男子？他可能是我的朋友，我能进去看一看吗？风首领何时这么客气过？后面的侍卫惊诧极了，不过看到男孩的相貌，侍卫们又有点明白了。你们明白什么呀？如果是这孩子救的人，那这孩子身上绝对还有毒药，他还有可能是小主子。只能你一个人进来？与主子一样惜字如金，只是不知他娘是谁，可能配得上我们的主子。哎呀，又想远了。好，就在这儿，你看吧，看是你要找的人不？风首领快步走到床边，看着躺在床上胸口轻微起伏的殿首领。他们2个都是大夏朝3王爷的贴身侍卫，自小与王爷一起长大。他是我要找的人，我能带走他吗？可以，我为他解毒，用掉一颗价值连城的解毒圣品，1万两白银。骆宝宝说完，张开自己胖乎乎的小手，意思是说给钱吧，给了钱你就能走了。风首领实话当场：这孩子是真敢开口要啊！你知道1万两白银有多少吗？那你跟我一起回去，我家主子有钱。风首领实话实说，他可是真的没那么多钱啊，他家主子也是真的有钱，最重要的是得把这孩子留在身边，好好查一查。如我所愿，去见见你们的主子，看看他究竟与我有几分相似，顺便查查他是不是我爹。
两人想到一起了，一个要留下另一个，另一个想要跟着。王爷已找到店，并安全带回。处理公文的王爷没有抬头，轻轻回了一声。风首领说完话后，不知道要怎么接着说下面的话语，没有离开，忐忑地站着。应该先向王爷说一声，再带孩子过来就好了。不知道一会儿王爷会发怒不？回完事后怎么还不走？会是什么事情让他吞吞吐吐，犹豫不定？还有事啊，太像了，我长大就是这个样子，好帅啊！他会是我爹爹吗？这孩子看着面熟啊，他是谁？就是这个孩子救了店首领。你何时有了结巴的毛病？死就死吧，只能怪我思虑不周。我叫骆宝宝，用一颗解毒圣品救的人，价值1万2白银，我是来拿钱的。哦，是吗？王爷低声带着威压的连着2个问句走了过来。是的，不信你可以找个大夫给他把个脉，就知道我说的是真是假了。这孩子小小年纪，居然能在本王面前面不改色，是个人物。这估计就是风带来他的原因了。贤王看了一眼风首领，风首领忙说：已经安排府医卫店看治。那我们一起去看看。说完，贤王抬步走去。骆宝宝心想，他不会是要赖账吧？他要是赖账，就别怪我不客气了。王爷，店首领已无大碍，休养一段时间就会恢复。他之前可是用过什么药物？据老朽观察，店首领应该是服用下一颗解毒药，那药品质还很不错。哦，对了，店首领的剑伤是谁治的？那绝对是个神医呀！王爷可以找来收入麾下。原主就在这儿，这样直接说收于麾下不太好吧？可是得了风寒，老朽一会儿给你把个脉，开点药。不用了，不用了。找到人后，一定要让老朽过来讨教一番。你说的神医就是他？他？谁呀？这屋里没有陌生人呢。这孩子，不会吧？就几岁模样的小奶娃？就是他，这个小孩子。孩子，你快说说，你是怎么把他的肉缝起来的？那接下来又该怎么做呀？骆宝宝没有回答，反问道：这男子先前吃的解毒药，你觉得价值几何？那是圣品，世间少有，价值万金也不为过。王爷，给钱吧。骆宝宝把手伸向王爷，说道：现在想看的人已经看到，拿了钱后慢慢调查。他还未痊愈，痊愈之后便付你钱。怎么有种欺负孩子的感觉呢？你们耍赖！骆宝宝脸色一变，浑身散发冰冷凌冽的气息，与他们的王爷如出一辙。旁边的几人瞬间呆愣，王爷终于知道这孩子为何面熟。与我一样，怎么回事？怎么能算是耍赖呢？只是想留你在此住上几天。店首领身上的线要怎么弄啊？老朽还不知道呢。你在此安心住着，我会通知你父母来接你。不用费心，我拿了钱自己会回家。你一个小孩子带着巨款，合适吗？哼，不安全。一向话少的贤王，今天的话格外的多。骆宝宝瞪着贤王，没有什么不合适，我想走，谁也留不住。这孩子油盐不进，怎么看着有些讨厌呢？贤王双手背身后，对风首领使了个眼色，向门外走去。风首领看着骆宝宝，安慰道：你就放心的住在这儿，我有事儿要先走了。走了2步又回头说：你有事儿找这位爷爷或者找我都行，一会儿呢我会交代府里的小厮照顾好你，
在这个府里，你不能乱走，会没命的。觉得自己已交代好了，风首领转头就走了。这人有城府，有容貌，有钱有权，还不错，能当我爹。就是冷冰冰的，一点儿也不可爱。不知道娘亲会喜欢不？小公子，你与老朽讲一讲缝合的事儿可好啊？我叫骆宝宝。那好，老朽叫你宝，可好？骆宝宝点了点头，他不知道这府医术如何，就把缝合术介绍了个大概。我说的够清楚了吗？那线，那针。府医问到了关键点，骆宝宝把一卷羊皮从自己的小包里拿了出来，放在桌子上，缓缓打开。好啊，真好啊！只是不知道他是谁的徒弟，后继有人呐，着实让人羡慕。这就是需要缝合的针与线，我的技术不好，这是第一次在活人身上缝。屋外的王爷与风首领听的是津津有味，不过也是听得满头问号。听到后面屋里两人安静下来后，贤王带着风首领来到书房。说着吧。风把那孩子带回来原因一定不少，风首领知道这是主子生气前的表现。风首领把看见黑衣人失手，找到店，然后回到王府的全过程讲了一遍。知道那3个黑衣人中的是何毒不？属下无能，看不出来。你都看不出的毒药吗？这风首领可是算是个见多识广的人物。其实那毒药是3个孩子配着玩的，风首领当然看不出。毒药、解药圣品、缝合术，与你们一般的轻功。这孩子什么来路？是巧合，还是处心积虑？巧合倒是好说，处心积虑为的是什么？还有那容貌。7年前，本王到底发生了什么？7年前，边关的一场生死大战，当时缺衣少粮，又突降暴雪，那一场大战打的是血流成河，天地变色。眼看胜利在望，身边出现叛徒，当时还没封为贤王，只是皇子的叶晨中毒，遭人追杀。叶晨中毒后，迷迷糊糊地躲进了一个山洞。后来的事他就不知道了，醒过来已是几天之后的边关。不过从那以后，他经常做一个梦，梦中一个看不清面容的女子狂野地撕开了他的衣服，他想动，想杀了他，但是他动不了，一切似梦似幻。贤王只是想要炸一炸风首领，没想到风首领跪在了地上，贤王的心一下拔凉拔凉的。那不是梦，是真的。贤王一时难以接受，心中呐喊：本王是男子。7年前的事一直压在风首领的心里，那太沉重了，压得风首领都喘不过气来。那天，风首领、于首领费尽9牛2虎之力解决了敌人，又找了一天，终于在一个山洞里看见了主子。他们风神俊朗的主子啊，全身只有一件外套盖在身上。后来发现主子不记得山洞里发生的事，风雨一合计，那就不说了吧，毕竟那不是多光彩的事情。如果不是这个男孩的出现，这个秘密会一直烂在心里，直到带进坟墓。主子，您就惩罚属下吧。哦，后来呢？回来，属下与雨又悄悄打探过，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不过，说。贤王感觉要控制不住自己，要发狂了。后来听说，当时是中领将军的洛川找过他女儿，不过听说他找了这些年一直没找到。给本王好好查。算了，从骆宝宝查起。骆宝宝，查，把他娘查出来，掘地3尺，也要把他找出来。贤王这时的火已直冲天灵盖。这几年的贤王修身养性，很少发火，这是触到了贤王的逆鳞了。你与羽翼瞒的事，先记下，
以后本王再慢慢算。贤王此时的内心已经翻江倒海。谢主子。走出书房，关上房门，风首领长呼了一口气。那很可能就是小主子。这些年，主子连一个女人都没有，其他的王爷哪个不是三妻四妾，哪个不是儿女成群呢？就我家主子是个例外，孑然一身，无儿无女。这下好了，直接来了这么大一个孩子，还聪明，医术高，武功高。放眼整个京城，没有一个孩子能与我家小主子相提并论的。风首领这会真想呐喊几声，喊出心中喜悦，也想向府里所有的人宣告：我有小主子了，我家王爷有后了。独自待在书房的贤王，从最开始的愤怒到接受，再到沾沾自喜。此时的他有些郁闷。怎么就没有看见那女子容貌呢？仿佛那感觉还不错。这孩子会是本王的吗？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定是。这孩子颇有本王当年风姿。这是解毒丸，你们吃后就能解了软筋散的毒。武静雅没有任何疑问，直接吃了下去。另外两个男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不好意思提出心中疑问。看到武静雅吃后，两人也吞了下去。你们一会儿就在这待着，我解决完外面的人来接你们，你们可别乱跑啊！他们在这儿，我与你一同前去，也好有个照应。你就在这儿保护他们，也保护好你自己，没有商量的余地。洛心儿好酷啊！洛心儿走到门口，从头上取下一根黑色的东西，拉开门缝。这门缝也太大了，可以直接钻过去。洛心儿从门缝小心翼翼地钻过去后，回头又叮嘱道：你们就安心等着本大侠的好消息吧。你小心点儿，实在不行你就自己先逃走，然后再找人来救我们。逃走不是本大侠的风格啊！一共4个人，先把他们迷翻，然后找绳子把他们捆起来，送交官府。洛心儿心里计划着，只见他运用轻功，溜着墙根寻找着目标。这里有一个人的呼吸声，从小腿处解开一个裹在腿上的小包裹，拿出火折子与一块黑漆漆的东西，点燃后扔进了屋里。幸好当时没有仔细搜身，要不然我的东西都保不住了。等了片刻，洛心儿走进屋里，开始翻找起来。绳子，哎，找到了，先把它捆起来。不行，它太重了，翻不了身，捆不了啊。哼，一会找帮手再来捆你。走啦，下一个人。在这个屋子里有3个人的呼吸声，好奇怪呀！他们为什么不睡在自己的房间里呢？不想了，倒是方便本女侠了，一次性搞定。黑色东西点燃，扔进去。好啦，听他们呼吸声多平稳啊！要去找帮手喽！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站在光里的也是英雄。好嗨哦，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第一次独立完美的完成一件事，洛心儿开心的边走边唱。这是心儿的歌声吗？这唱的什么呀？音律倒是不错。2个男孩没说话，站在门边竖起耳朵仔细听。是洛心儿，她回来了，你们看！洛心儿在月光下一蹦一跳地跑了过来。我把锁打开，你们帮我把那4个人捆起来，他们太重了，我捆不了。洛心儿说着就从头上取下一个东西，在锁眼里转了转，锁打开了。你还会这个？有时间也教教我。 4个大孩子费了9牛2虎之力，终于全部捆好了。满头大汗的孩子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都哈哈大笑。笑着笑着，眼泪又流了出来，像是要把这些天的委屈、愤怒全部都发泄出来似的。下面怎么办？
孩子们互看一眼后陷入沉思。天上的圆月慢慢西沉，东方的太阳慢慢地爬上地平线，霎时间光芒万丈。你们要是想不出来，那我就说啦，我们把它们搜刮一空，吃的喝的全放到马车里，我们驾着马车一路往北走，去京城。路上找一个小乞丐，给上几枚铜板，让乞丐帮我们去衙门送封信。我还没去过京城呢，这主意不错，我看可行。行吗？3个小孩子还在呼呼大睡呢。你们要是没问题，那就找能用的东西，银钱，我去找找马车。陆星儿说完，看了一眼他们没有反对，就出门找马车了。3人看了一眼，行动。好了没？好了就赶紧出来吧，上车，我们要向京城进发啦！刘宝儿拎着2大包东西，第一个跑了出来。接一下，先把这东西塞进去。哦，真重啊！这都是些什么呀？都是些能用上的东西。金轩也提着一包东西走了过来。他那2包是被子啥的，垫在车上不至于太颠。我这1包是金银细软。胡静雅带着3孩子慢悠悠地走来，5人进到车厢内。陆星儿驾着马车，金轩坐在车外。都坐好了吧？白女侠要带你们勇闯江湖了。你感觉怎么样了？感觉有点饿。店首领闭上眼睛，好好感受了一下，耍宝地说道：你呀，睡了1天1夜了，鸡汤已经热了无数遍了。一会儿小公子过来看看后，没什么问题，你就可以吃饭了。什么小公子？府里什么时候多了小公子？是。溥仪刚要开始说，骆宝宝出现在他们眼前，店首领吓得一哆嗦。这是什么鬼？是王爷变小了，还是我出现幻觉了？骆宝宝拧着眉头，神态与贤王一般无二。店首领大脑死机，不由自主地喊出心里的所想：我还不想死啊！我还没活够，我还没娶媳妇呢。老远就听见你在鬼哭狼嚎的，闭嘴！我是不是快要死了？哎呦，没呢，阎王现在还不会收你。这平时看着多么精明的一个人呢，这时候怎么变得莫名其妙的？哎呦，不会是伤到脑子了吧？啊？那王爷怎么会有分身呢？我眼花了？店首领使劲地用手揉了揉眼睛。没眼花呀。就是这孩子救的你，你忘了？溥仪同情地看着店首领，晕倒前的那一幕浮现在他眼前。原来那不是幻象。谢小公子救命之恩。不用谢我，你家主子会付我酬劳。那臭屁的样子，怎么感觉那么欠揍呢？这天聊得死死的，气氛尴尬到冰点。溥仪出声解围：店首领已经醒了，请你过来看看，是不是可以吃饭了？店首领把目光移到骆宝宝身上，满眼都是问号。什么情况？这1天1夜发生了什么？单独的字都知道是什么意思，怎么合在一起我就听不明白了？我这是错过了多少？既然醒了，那就没事了，吃吧，按照正常伤者的食谱吃就可以，6天后拆线。什么拆线？没我什么事了，我出去了。说完话的骆宝宝不等王爷发话，转身就走了。店首领看呆了，他的脑袋里现在长满了100万个为什么。什么情况？你好好休息。贤王说完话后也抬步离开。贤王若无其事地追上了骆宝宝，说道：本王带你在府里转转。闲来无事，府里转转也不错，可以打发无聊的时光。
骆宝宝点了点头，一个大的前面走着，一个缩小版后面跟着，这一幕很是诡异。这孩子悟性不错，我的招式能在这短时间内学了个5成，不可多得的人才。接下来贤王将自己的经验和技巧有意无意地传授给了骆宝宝。随着时间的推移，俩人的切磋逐渐接近尾声，他们相互对视，眼中都充满了欣慰和满足。孩子，真没想到你不止轻功好，悟性更不错。您更厉害些，我还不是你的对手呢。明天早上我们还来练武。骆宝宝开心点头。是王爷真好，如果是我爹也是不错的，真不行做我爹也可以。这孩子无论是不是本王的孩子，本王都要留下他，认他做本王的儿子。你先回去梳洗一番，一会儿来本王的书房找我。本王的书房有无数藏书，武功没话说，看作学问如何？如果也和武功一样出色，那他就是这王府里未来的世子了。这想法虽然有些荒谬，但是对于现在的他来说是最好的选择。王府没有主母，他又没有小妾，有一个接班人也是不错的。相较于武术，骆宝宝更喜欢读书，他喜欢兵不血刃，一切尽在掌控的感觉。主子，小主子们都走了，您是一点都不急。女子低头翻看着账本，头也不抬地回了一句：我都不急，你急什么？主子，你要是再不来个表示，我也离家出走。圆脸丫鬟撅着嘴跺了一脚，转头离开。女子抬头看了一眼他的背影，轻轻地摇摇头笑了，那笑容如3月的春天，温暖和煦，犹如百花齐绽一样绚烂美丽。一个丫鬟端着茶进来，轻轻地放在女子的身旁。主子，你看他，你都把他宠得没边儿了。你这鸭子就别说鹅扁嘴。女子端起茶抿了一小口儿，丫鬟眼睛一转又说道：那些小主子您到底怎么想的？也不见您去找他们，我很放心不下。我这个做娘的都不担心，你担心个什么劲儿？哎呀，主子，你要是再这样，就别怪我们都离家出走，您闹个众叛亲离的下场。哼！这个丫鬟撇着嘴跺了一脚后跑开了。看着账本的女子抬头看了眼她跑走的背影。丫鬟们照顾孩子的时间比女子要多，还比她用心，可以说孩子们就是他们拉扯大的。哼，你们还能翻出老娘的手掌心？门外那个有什么话直说，没话说就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没事没事。这个丫鬟说完也跑了。2个首领在后院里产生了争执，快要打起来了，请王爷前去定夺。哦，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有起时要打起来了？你先看，本王一会儿回来继续讲解。贤王根据小厮的指引，很快走到了他们发生争执的地方。怎么回事？贤王气场大开，威严地问道。殿首领没有多说，用手指了指。贤王顺着殿首领手指的方向看去，那不就是穿着女装的骆宝宝吗？刚想发火训斥，突然想到，骆宝宝刚才还与跟本王在一起，这不可能是骆宝宝。一边吩咐小厮把骆宝宝带过来，一边不动声色地打听。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父母是谁？你是要查户口吗？管得未免也太宽了些吧。众人都怕他，可我洛希儿不怕。这个估计就是我那便宜爹，与我哥哥洛宝宝简直是一模一样。没事儿就浑身散发着冷气，还喜欢板着个脸，哼，像是别人都欠他钱似的。哼，这孩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知道问话的是谁吗？就敢这样回答。想当年提起叶晨的名字，都有止小儿啼哭的功效。他叫洛仙儿，2天前在路上遇见的。
那时他们刚把人贩子送进官府，又遇到歹人，后又听说他们要来京城，卑职就顺路带他们回来了。若是不能收留他们，卑职立刻送他们出府去。贤王扫视了一圈大大小小的孩子，哼，这女孩还真是有些本事，小小年纪竟然有勇有谋的把人贩子送进官府。只是她会是谁呢？还是说一切只为引起宇首领的注意而来到王府呢？贤王脑子里全是阴谋论，就是没有想过他与骆宝宝是龙凤胎。整个空气凝固了，三个小孩子靠在武静雅的身边哆嗦着，三个大点的孩子也很害怕，很想快点逃离这里。洛心儿发现了几个朋友害怕的直哆嗦，把你的冷气收一收，都吓到我朋友了。这洛心儿知道在跟谁说话吗？不怕一会儿被咔嚓了吗？我真是无知者无畏。如果王爷要下手，我就虎口救人，人是我带回来的，我也要把人安全的送出去。贤王从思绪里拉回，收了收自己的气场，众人当场石化。王爷，不知叫我来有何事？你来看看这个孩子，你认识不？是我还没睡醒，醒花了吗？星儿怎么来了？快速向前走了几步。你怎么来了？你跟谁一起来的？娘亲知道吗？一向淡定的骆宝宝这会儿一点儿也不淡定，甚至有些急躁。王府众人懂了，有门儿，他们认识，那他们是龙凤胎。众人把目光纷纷投向了贤王。牛啊！当年那一次就毁2个孩子，是哪个奇女子？众人对孩子的娘就更好奇了。贤王被人们看得不好意思，嗓子咳嗽了2声。王府众人不敢再看，都低下了头。你们都能出来，为什么我就不能出来？你们怎么走的，我就怎么走的。好了好了，不哭了，哥哥不应该这么凶，这还不是因为担心你吗？你们吃饭没？饿不饿？要不要先洗漱睡一觉？关心的话语抚平了洛心儿心里的创伤。不太饿，京城里的小吃味道真好，一会儿洗洗睡一觉也不错，正好睡醒了去逛京城的夜市。洛心儿开心地计划着，他们2个自顾自地说着，把周围人都当做了背景板，周围人想插话也插不进来，很是苦恼。王爷，能先安排他们休息一下吗？可以，安排在你院子里，余下的你看着安排吧。安排好后来书房一趟。贤王看现在这情形，怕是也问不出想要知道的事，对骆宝宝说完转身就走了，也带走了刚回来还没休息的宇首领。去厨房提些热水，他们都要洗澡。小厮应了一声便下去干活儿。洛心儿看这情形，打趣道：你认他了？你现在很像王府的小主子。不要胡说，我还没有查清呢。这还有什么可查的？你们这2张脸放在一起，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她是我妹妹，学我刘叔离家出走。骆宝宝惜字如金，就说了这一句。然后的呢？其他的呢？接着说呀。那你娘呢？我娘她忙着挣钱，不怎么管我们，为我们找了几个夫子教授我们。如果骆玉儿在这儿，一定会拧着骆宝宝的耳朵。老娘不挣钱，你们喝西北风啊？还几个夫子？那夫子都是老娘费尽心思重金聘请过来的，好吧？都是业界数1数2的人才。贤王不知道这些，心里要把他们的娘打入18层地狱。怎么当孩子娘的，真是不合格。但以后就在王府生活吧，不回你娘那儿了。现在怎么了？他说的什么意思啊？我娘怎么惹到他了？我娘对我们还是很好的，每年都带我们去打猎。去年我和洛心儿猎了1头老虎，那虎皮还为娘亲做了一个褥子呢。不解释还好，越解释越糟。贤王心里咆哮着：多大点孩子，
打点兔子就好了，怎么与老虎还干上了？简直拿孩子的生命当儿戏，不配为娘，一定要剥夺她为人娘的权利。正在看账本的骆玉儿一连打了几个喷嚏。哦，谁在说我坏话？骆宝宝见贤王的脸色不好看，又替他娘解释：没关系的，我们从3岁就开始学狩猎，都习惯了。我谢谢你啊，我谢谢你祖宗18辈，别说了，我的小祖宗。我们还能不带食物在丛林里生活1个月呢。贤王气炸了，继续脑补：不想要孩子，也不能这么糟蹋孩子，把他们送来京城啊，哪有当年的这么欺负孩子，不把孩子当回事啊？哼，怪不得孩子们都留书离家出走，定是被欺负得太狠了。骆玉儿表示：太冤枉了，比窦娥还冤。人在家中坐，一口大锅贴上来，这些我都能解释的，我还能狡辩狡辩呢。骆宝宝看着贤王的脸色越来越差，止住了话语，拿起身边的书认真地看了起来。领队，前面可就是一线天了，我们怎么办？哎，老子知道。包人领队心里也是忐忑着呢，他这一提醒无疑火上浇油。绝壁千仞，一线天光，这地方有一股土匪，可能是随机，也可能是提前踩好点儿，一旦遇到他们就是九死一生。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越来越靠近一线天。先停下，就地休整。包人领队实在是有些恐惧，对未知的本能的恐惧，只得下达命令道。骆贝贝看到他们害怕忐忑的神情，很是好奇。你们怎么了，叔叔？包人领队秉着闲着也是闲着的想法，给他科普了这一段路的险要与危险，最后表达了等等看，或是能遇到一个大商队一起前行。你的意思是说山顶上可能有人？包人领队点了点头。我上去看看就好了，没人咱们就过，有人再说。包人领队看着高耸入云的山间，陷入沉思。这孩子是不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了？这要是一不小心摔下来，那可是连个全尸都不会留下的。哎，你可别乱来，我知道你有点武功，但是这太高了，你要是有个好歹，我可是没有能力去救你啊。包人领队苦口婆心劝了一盏茶的时间，生怕他一个激动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这也太啰嗦了，一会儿悄悄的去，以前上过比这还高的山呢。知道了，叔叔，你好啰嗦呀。你个没良心的，叔叔是关心你，你可倒好，还不领情啊。说完后的包人领队去了远处，与众人商议要如何渡这里。叔叔，我肚子疼，我去那边解决一下，你可不许偷看啊。骆贝贝说完，捂着肚子飞快地跑去。这孩子真有趣啊，有谁会那么无聊的去偷看呢？跑远的骆贝贝还说着话。叔叔，不许偷看啊。哼，快去快回。我真是个小天才，就这小小的山，轻松拿捏，不在话下。咦，没有人啊，还寻思如果有人，我正好能大显神通，直接一包迷药送他们都去见周公。骆贝贝直起腰，大摇大摆地在山顶来回寻找，没有发现一个人，真是太不给我面子了。忽然眼角瞄到一株艳丽的花朵，这朵花娘亲一定喜欢，我把它摘下来送给娘亲，我就又是娘亲的乖宝宝了。骆贝贝走到悬崖边，小心地挪动身子。太好了，摘下来了，做成一朵干花也是美美的，我是娘亲的小可爱，娘亲一定会给我做好多好多好吃的。骆贝贝拿着花飞身下了山顶。你看我的花好看吗？是不是很好看呀？
他们是要去打猎吗？怎么不带上我啊？不是告诉你不要乱跑吗？知不知道我会着急的？叔叔，我去那个山顶上看了，上面没人的。我是个多好的孩子呀！快夸我，快夸我！火气大的包人领队被他这一举动弄得是半点脾气都没有，忙问：“你没事吧？”说着把洛贝贝翻来覆去的看，生怕哪一点受伤没能及时包扎。留守的人见洛贝贝完好无损的回来，吹响了属于他们的集合哨声。听到哨声后，出去寻找的人陆续回来。我没事，我真的很厉害。洛贝贝又一次自夸道，可一看他软萌的模样，是没有一点可信度。是，你最厉害了，最聪明了。我会证明给你看的，有一天也会让你心服口服的。商队队员走过来，人到齐了，走不走？这人是听洛贝贝说山顶上没人的，所以多嘴问了一句。包人领队深深地看了一眼洛贝贝，洛贝贝呲着牙，磕得劲儿了点头。听我的，没错的。走，快速通过。刚才的烟花看见了吗？看见了，估计是哪个商队的求救信号吧。那他们是遇到那股悍匪了吗？估计是，我们可真幸运。叽叽喳喳地讨论着，语气中带着劫后余生的喜悦。只有洛贝贝看后心情沉重，那是他娘亲研究的烟花，用于求救。烟花炸开，附近的自家人看到是要放下手上的事情，立刻前去救助。我家的商队遇险了，我不能坐视不管，我要去看看，我可能认识。洛贝贝说得认真且坚定，他从没有看到过洛贝贝这样的神情。如果他哥哥洛宝宝在这儿，你会发现这神情一模一样，冷冽、睿智、机敏。不许去，你太小了，去了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那你在这儿老实的待着，我去看看。哼，这个傻叔叔武功平平，连我都打不过，要逃也跑不快，他去有什么用？你不要劝我，我去意已决。你们先走吧，我把事情解决后再去找你们。包人领队还想再说什么，话还未出口，洛贝贝运作9成内功，脚踩一小树的树梢，飞身从大树的树顶掠过，一切皆在眨眼之间。我的天哪，什么样的优秀人物才能生出这么一个绝顶天才？你们继续前行，我去看看。说完他就要骑马去追，商队的人拉住他。你去就是去送死？那我也要去，不去的话我这一辈子心都难安。我若是回不来了，你们就把钱均分了，或是继续走商队，或是回家买几亩良田，你们决定。说完后头也不回地骑马飞速离去。罗贝贝，你慢点，等等我呀！若是不幸折在这里，那也是我的命。若是洛贝贝出了什么事，我也好带他离开，好让他入土为安，也算是全了这些日子的情了。虽然人数是多了点，不过看他们的武功平平，不至于放求救烟花啊。不对，商队的人怎么都是有气无力的，甚至有些人都拿不起刀，一定有小人，里应外合。我太聪明了。洛贝贝站在风口，一把无色无味的软金伞向人群中散去。一盏茶的时间过去了，场上已经进去的白热化中，悍匪以绝对的实力碾压现在的商队，慢慢的就不行了，他们开始手脚发软。让你们欺负我们，我一会儿就该欺负你们了，你们要做好准备哦。时间差不多了，洛贝贝把特制的解药融入到水囊里，递给离他最近的人手里。我是眼花了吗？这是三公子？机械地拿过水囊，喝了一口水，而后又把水囊递给其他人。众人很有默契地依次传递喝解药。洛贝贝一边甩着毒针，一个毒针下去，倒下一个悍匪。那边的包人领队
看到这情形，二话不说加入了战斗。他骑在马上，又没有中软筋散的毒，衬托他的战斗力杠杠的。一盏茶的时间，他商队的兄弟陆陆续续的到来，大家都红着眼眶，没有说话。此时无声胜有声，注定了一辈子的生死相托的兄弟。随着时间的推移，商队这边的人员缓过劲，战斗力不断加强。悍匪那边中了毒，动作缓慢，慢慢处于劣势。他们头脑不笨，很快发现症结所在。拿下那个男孩，杀死他！洛贝贝兴奋极了，居然有人要杀我，是因为我值钱了吗？从此以后我就不再是小透明了吧？会不会在江湖里扬名立万？快来找我啊！洛贝贝开心地在场上嚎叫，一边做着鬼脸，一边甩着毒针，收割着悍匪的性命，玩得不亦乐乎。他要是有个好歹，怎么给主子交代呀？真是有什么样的娘，就有什么样的孩子。怎么他一个人在这儿呢？其他两个呢？悍匪一看情形不好，有的缴械投降，有的拔腿就跑。全部都杀了，一个不留。这个被悍匪包围的商队是一个有名的且强悍的大商队，走南闯北，一般县的县令见后都会给些薄面。万领队走向包领队，先是简单的做了一下自我介绍，又郑重其事地表达了自己的感谢，承诺欠他们一个天大的人情，并给出了信物。包领队听得他的自我介绍后震惊了，没想到有一天他居然会与大名鼎鼎的万家商队有交集。包领队紧张的不知该如何应对。皮叔叔、万叔叔给你，你就拿着呗。万邦看到洛贝贝得意的模样，真想把他提溜下来暴打一顿。听说他们三孩子刘叔离家出走，这些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担心的彻夜难眠。他倒好，吃好喝好玩好，还过得这么潇洒自在。那这信物我就接下了，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带着洛贝贝回去了。洛贝贝听话地走到包领队身边，就要离去。万领队傻了眼，怎么回事？我不是与他更熟悉吗？怎么跟着他走了？洛贝贝也可以跟我一起走，这偌大的商队不多他一人。洛贝贝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开玩笑，与你一起，那我娘对我的行踪就了如指掌，说不定什么时候过来就把我带走了。还有你天天绷着个脸，就会教训我，傻子才与你一起呢。后来洛贝贝就躲在了包领队的身后，说什么也不出来。谢谢你以前的照顾，既然他选择了我，我会亲手把他送到他外祖父手里的。既然你也是去边关，那你等我们片刻，我们一同上路做个伴儿，岂不更好？能与大商队同行，安全得到保障，说不定还能学点经验，求之不得呀。包领队开心的点头应下。洛贝贝在包领队的身旁使劲的使眼色，可开心过头的包领队看不见啊。万领队看到洛贝贝挤眉弄眼的小表情，心里乐开了花。这小样还敢不与我同路，拿捏你小菜一碟，轻轻松松。叔叔，我今天下午要与他们出去玩。不是商量，不是祈求，而是通知。贤王微愣。好，一会儿去账房支些银两，再派些人跟着你们。不需要派人跟着我们，我们有钱。洛心儿听哥哥那么一说，餐桌下的脚踹了洛宝宝一下，对着洛宝宝挤眉弄眼。谢谢叔叔，我一会儿就去账房支钱，最多能支多少呀？哼，他的钱不拿白不拿。在洛心儿的心里，贤王就是一个负心汉的存在，以为是他有眼不识金镶玉，与娘亲有了孩子后抛弃了他们的娘亲。说是问他为何这样想，答曰话本上都这样写的。贤王低头吃饭，却把他们的小动作小表情收入眼底。府里有孩子的感觉还不错，1000两如何？谢谢叔叔，你太好啦！我要不要把他的王府搬空，都送给娘亲呢？
贤王看着洛星儿的表情，听着他甜美腻人的声音，展开了他一张老父亲的笑脸。这钱挣的就是为孩子们花的，哼，这钱花的真值。只是不知道，当知道洛星儿想要搬空王府去讨他娘的开心时，又会是怎样一副表情？看到喜欢的就买，不需要为本王省钱。若是银钱不够，让他们直接把东西送到王府。本王不是个称职的父亲，他们的衣料如此朴素简单，都没有发现。明天开库房，让他们挑些好布料，做些好衣服，再让他们挑着把玩之物，或是佩戴之物。贤王想歪了，以为他们跟着娘亲过得艰苦朴素，误会就这样一点一点堆积成了不可逾越的高山。洛星儿和洛宝宝会一致回答：财不露白不知道吗？出门在外哪能穿着锦衣华服呢？那不明晃晃的在脸上写着我是暴发户，快来偷我抢我呀！你们这珍宝楼什么时候阿猫阿狗也能随便进来了？那边正打算给娘亲挑个金手镯的洛星儿听到了这对话。哎呀，我怎么听到了一声犬吠，还闻到了一股臭味呢？哥哥，你听到闻到没？闻到了，比臭水沟还难闻。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你们去路边摊看看就好了。来这儿买得起吗？识趣的话赶紧滚！滚？从来都是别人滚，我还真不会。你示范一个。你如此不识抬举，小心我让我伯父治理个大不敬的罪。哎呀，我好怕哦，好怕怕哦！喂，你小小女子如此恶毒，难道你娘只管生不管养吗？洛宝宝浑身冒着寒气。我娘惹你了吗？是可忍，孰不可忍？你们出口就伤人，你爹娘是都不在世了吗？是你们无礼在先，就不要怪我们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你们……柳叔气得说不出话来，忙使眼色让身边的小厮回家。他们惹不得，我刚才看见他们回家搬大人了，你们快跑吧。谢谢你的好意，刚才看中的金手镯，你帮我们包起来吧。你们穷鬼还能有钱买金镯子？我赌你身上没有10两银子。要是有，怎么说？你跪在地上，叫我一声姑奶奶，可好？珍宝楼内的顾客伙计都停下动作看他俩的热闹，就连2楼的顾客都下来了，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瓜。门口也聚集了许多人。李川漫无目的地走着，看到前方堆积许多人，李川缓缓地扒开人群向前挤进去。你好大的脸，本小姐不与你多说，一会儿等我爹过来，要把你们通通关进大牢。我回去请王爷过来吧，不然你们一会儿吃亏了怎么办？姐姐放心吧，王爷一会儿就过来了，他不过来我们也能搞定的。李川直直看着武静雅，这个孩子怎么看着面熟啊？忙从怀里掏出几个孩子的画像，一一对应。他的内心开始呐喊嚎叫。找到了，皇天不负苦心人呐！这位老爷夫人，他们都是一些孩子，用得着如此大费周章吗？咱们各退一步可好啊？哼，你是个什么东西，也来我面前说三道四？如此欺负一群小孩子，说出去也不光彩不是？我可是当朝一品大员的亲戚，谁敢说三道四啊？舌头还要不要了？哦，是吗？男子威严的声音传出，刘老爷本能的接话：是啊，不信的可以试试啊。好，真好，本王已是许久不出王府，都忘了本王的模样了。贤王进殿后气场全开，整个殿里散发着冷气。什么王爷？哪个王爷啊？腿软，刘老爷直接跪在地上。可有受伤吗？2个孩子摇了摇头。以后有任何事情先通知本王。哇，他好威武，好霸气呀！有爹的感觉还不错。您是哪个王爷呀？
先王叶晨。几个字震得他们夫妻两个立刻跪地磕头求饶。当时骂得有多爽，现在头磕的就有多痛快。今天这事，你们打算怎么解决啊？我想要给娘亲买东西的心情被他们破坏了，他们要先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也不多，就1万两。听见了吗？想必你们也不会有意见。跪在地上不停磕头的柳氏一家听后，连连磕头谢恩。你们连自己的舌头都管不了，那本王做主就不要了吧，去执行吧。我们愿意赔偿1万两黄金，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给柳大人一个面子。哦，去请柳大人过来谈一谈。是。贤王淡淡的向楼上瞟了眼，命令道：把店里的好东西拿过来，本王亲自挑挑。贤王扫了一眼端下来的东西，品质不错，没有糊弄。你们挑吧。那声音如春天的暖阳般和煦，又对着后面的4个孩子，让他们也各挑一个。洛心儿、洛宝宝看了一遍，个个都不错，也不贪心，一人挑选了一个。3个孩子陆续挑好，只听见贤王说道：这些今天我的错，这些都送您，也全当是我给2个孩子的见面礼，您就高抬贵手，放过小的吧。本王还以为你这上了年龄，眼神耳朵都不好用了呢。本王也喜欢替别人着想，既然不好用，不用也罢，找人替你摘了。我也就20有2，怎么就上了年龄了？我可是京城里有名的帅公子、潇洒公子。这位男子是有些理亏，这贤王的笑话也不是那么好看的，这下倒好，1年白干。谢谢叔叔吧，以后有什么需要的，只管过来拿，记王府账上。还有完没完了？做人不能这么不知足。好吧，我怂。男子只敢心里想想，不敢说，更不敢表露一丝。几个孩子齐齐出声：谢谢叔叔。不客气。这爹爹真黑呀，不过我喜欢。终于知道洛心儿、洛贝贝怎么那么心黑了，原来随爹爹呀。洛心儿也是这么想的，不过他可不认为他心黑，他一直坚信哥哥与弟弟是最黑的。本女侠可是个完完全全的大好人。这些想法贤王是不知道的。柳大人正与一家人吃饭，贤王的暗卫突然出现，吓得他3魂6魄出了2魂4魄。暗卫只说去珍宝楼一趟，贤王有请就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柳大人好不容易回了2魂4魄，结果被最后一句吓得瘫软在地。我什么时候惹到那个煞星了啊？还是说是家里的孩子惹出的祸事？不容柳大人多想，平时坐马车的他今天直接骑上马狂奔而去。那贤王可是不讲证据，凡事看心情居多，又阴晴不定，让人难以琢磨。不知召见下官所谓何事？他们辱骂当朝亲王，该如何治罪啊？这辱骂的亲王应该就是贤王了，按照当朝律法当斩。他按律法中最重的说的，柳氏一家人傻了眼。都是一家人，怎么往死里说呀？以为柳大人没有发现是他们，便出声：是我呀！柳大人虽然痛心，但是头也没抬，也没往那个方向看。就按你说的吧。救救我，救救我们！我们下次再也不敢了。这话你都说了多少遍了？你改了吗？啊！但凡你收敛一点，也不会有今天的祸事。不敢了，不敢了，再也不敢了。柳家4人见求柳大人无用，就爬向了洛宝宝、洛心儿，一把鼻涕一把泪，苦苦哀求：求你们饶了我们吧，我们知道错了，求你们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不知疲倦地磕着头，
头都破了也不停地磕着。武静雅悄悄转过了头，不敢直视，木地板上鲜红一片。贤王悄悄回头观看两个孩子的表情。没有被吓到，不错，不愧是本王的孩子。既然做了本王的孩子，以后这种场面都不会少，即使是更血腥的场面，他们也会接触到。骆宝宝面无表情地站在贤王身后，不想说话，也无话可说。洛星儿倒是有点心软了，不过也仅仅是要留住他们的性命而已。他们的嘴巴太臭，留不得。刘老爷见洛星儿表情有些松动，不是刚才那么狠厉，打算爬向洛星儿，接着忏悔，想求得一线生机。贤王一脚把他踹到墙角。贤王站起身，缓缓道：“1万两白银，拔去舌头，赶出京城。”贤王出府与贤王有2个孩子的事迅速传遍京城的每个角落。皇上听后很是震惊，忙再三确认：“看清楚了吗？确定是贤王的孩子吗？不是说他是天煞孤星的命格吗？注定这一辈子无妻无子，无人送终，甚至与他亲近之人都不得善终，不然朕也不会。”暗叹恭敬回道：“那2个孩子与贤王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贤王对2个孩子很是温柔，目前没听说孩子的娘，也没有见到他。”下去吧，暗查就好，不要惊动了他，不然后果你知道的。说吧。李川立刻跪下，他是受不了贤王的欺压压迫，觉得跪在地上接点地气稳妥些。他如竹筒倒豆子般从前到后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贤王由衷地为洛星儿自豪。身为一个小女子，有勇有谋，不愧是我叶晨的孩子。他骨子里小看女子的观念，让他后来吃了不少小女子的亏，也被小女子救了很多次，那都是后话了。贤王手里拿着个册子，头也没抬地问道：“接下来的打算呢？”“问我的打算吗？”李川想明白后回道：“先把消息传回去，再问问孩子们的意见，然后再做打算。”“下去吧。”李川站起来身，弯着腰退了出去，心里疑惑：下去是下哪里去啊？是去找孩子们，还是出府？战战兢兢地挪着步子。贤王对着空气说：“去查查。”“是。”不见人，只听见声。小厮见李川走了出来，忙小跑过来为李川引着路。没走几步，就听见了几个孩子的说话声，心中感慨：贤王真喜欢他的孩子呀，住得如此的近。这人怎么来这儿了？我叫李川，是五姑娘的家人找来为寻人的。我从五姑娘失踪后，一直追踪到京城，追到今日。哎，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让我找到你们了。武静雅的动作一僵，眼泪流出眼眶。家里人来了，过往的一幕幕，所有委屈上了心头。我呢？你遇到寻找我的人了吗？所有人的家人都来了，一些人已经在京城，一些人还在其他地方寻找。一会儿我就发找到你们的消息，快则1、2日，慢则3、5日就能过来。嘿，就说我家人一定会来找小爷的，哈哈。金轩不着痕迹地看了眼拉着武静雅的洛星儿。过几天回去后，应该就再也见不到他了吧？情绪莫名有些失落。洛星儿拉着武静雅的手，她喜欢这个姐姐，不想与她分开，可她家人来接她，也不好拉着不放。姐姐，你回去后可不要忘了我呀。洛星儿说的可怜兮兮的，有些离愁情绪的武静雅却是笑出了声，抓着洛星儿的手握得更紧了。洛宝宝冷眼看着这一切。镇北军大帐里坐着2排身穿甲胄、威风凛凛却又一脸沧桑的大将们，正中坐着一位身材魁梧、一脸严肃的将军。
他就是骆玉儿的爹，骆贝贝的外祖父。此刻营帐里气氛凝重。爹，要不我们自己出钱购买吧？你计划找谁买？听说万家商队的粮食多，找他们买呀。洛川真不想见自己傻儿子，打仗是一把好手，办起俗事就是脑子缺根弦儿，语气不善。钱呢？你有钱吗？洛磊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他没钱，将军府里的钱都用在养残兵上了，家里人生活都紧巴巴的。说起粮食，大家面色都不太好。打仗他们不怕，饿着肚子打仗他们更不怕，只是怕没能守住国家的疆土，那他们就是国家的罪人啊。洛川皱着眉头，对着将士们摆了摆手。都下去吧，我再想想办法。娘亲说过，我若是能把这36计融会贯通，就能做一名大将啊，想想就开心。想着想着，骆贝贝的嘴巴咧开了。包人看着露出慈祥的笑意，万邦看着无奈地摇了摇头，猜测这小子又做美梦了。粮食啊，一个大难题。远处长长的马队向他这边驶来，壮观气派。骆磊歪着头看去，疑惑这么大阵仗，会是谁的商队呢？我得去看看，打探一番。打马上前，骆贝贝听到马匹由远及近地跑过来，睁开眼睛，坐起身子看了过去。是一个帅大叔哎，看着有几分眼熟，是怎么回事？嗨，你好啊，你的马好帅啊！跑商怎么还带着孩子呢？你是将军吗？看着真威武啊！啊，孩子小，请不要介意。万邦认出了此人就是骆磊小将军，可这里不是说话的好地方，正犹豫何时捅破这层关系。你认识洛川大将军吗？我祖父。还别说，眉眼中还真带着几分妹妹的感觉。在下万邦，万家商队的东家。天佑我大军呐，想什么来什么，粮食来了。带我们去找外公，给他送东西来了。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骆贝贝，洛川大将军的洛，宝贝的贝。妹妹何时嫁的人？嫁的谁呢？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音讯呢？你为什么一个人来到这里？我想救救外公了，所以就过来看看了。你看我多贴心啊，我想他们一定也很想我吧。万邦憋着笑，他就是这么可爱。骆磊抱着骆贝贝上了马。你们后面跟着，我先走一步了。有了妹妹的消息，就把其他事情给放到脑后了。包人拧着眉头想要拒绝，可骆磊已经骑着马飞奔离去，只好回过头看向万邦。你怎么让他带走了贝贝呢？那是他舅舅骆磊。啊！爹，你快来看看，这是谁呀？洛川蹙着眉头走出大帐。一把年龄还大呼小叫，成何体统？爹，你不要一见面就骂我，我也是个长辈，需要面子的。你年龄不小，脑子太少。长辈，你孩子都在京城呢。想起了丢失的女儿，一阵心酸。突然看见了挥舞的手臂的小胖墩，一时傻了眼。这是谁呀？看着面熟啊。你就是洛川大将军吗？与我想的一样英勇、帅气、高大。那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是我最敬仰、最喜欢的外公。外公好！洛川皱着眉头，一脸懵逼，看向了骆磊。他说他外祖父是洛川大将军，那我就带过来了。你怎么不说你是洛川的儿子，他舅舅？骆贝贝回过头看着骆磊。哇，你就是骆磊舅舅啊，比我想的还要帅气威武。我以后可得抱紧他们的大腿，他们一开心就会教我本领，再一高兴封我个前锋当当，美美的。你是谁的孩子？你女儿的孩子啊，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需要问吗？答得滴水不漏，问得天真烂漫。洛川一时语塞，白了一眼呲着大牙笑的洛磊。洛磊委屈啊，关我什么事儿？那你娘叫什么名字？你不知道你女儿叫什么名字吗？洛磊难得见他爹吃瘪，自告奋勇地开口问话。你为什么来边城？来找外祖父做大将军的。洛贝贝回答声音清脆，语气坚定，可乐坏了所有人。洛贝贝皱着一对短小的眉毛。你们不是好人，都笑话我！哼！洛川把洛贝贝抱在怀里。那你怎么来的呢？坐车啊，我可聪明了。那你是从什么地方过来的呢？从家里啊，你放心，我给我娘留了信的，她知道我来找你了。这是重点吗？重点是你家住在哪儿？啊，不对，这也不是重点，重点是你一个几岁的小娃娃就学着大人留书出走，这样好吗？真的好吗？哎呀，太打击人了呀！与他说话真是费劲儿，比打仗都累。那你爹呢？我哥哥去京城找爹去了。什么？他哥哥多大了？找爹是什么意思？什么？什么叫找爹去了？啾啾好笨啊！当然去京城找一个有权有势还很帅气的男人做我爹啊！洛磊的嘴巴张大，足可以塞下一颗鸡蛋。啊？这爹是怎么个找法啊？那他亲爹呢？这孩子真敢想啊！玉儿这娘是怎么当的？太不合格了！等见到他，一定要好好说说他。可问了半天，连他母亲的名字、住址都没有问出来，让洛川一度怀疑。现在的孩子都这么聪明吗？还是我的文化水平下降了？话是问不下去了，一时安静下来。军营外沸腾起来，皱着眉头抱着洛贝贝往外走去。当看到一士兵们咧着嘴，眉眼弯弯地扛着麻袋往军营里进，疑惑地看向身后的人。众人一脸懵，皆轻轻地摇头。伙夫长提着半篮子野菜小跑着过来，气喘吁吁道：是不是粮食到了？刚才他在挖野菜的时候就看到山下的商队。洛川没有说话，洛贝贝开了口：我难道没有说吗？我与万叔叔一起来的，他是听了娘亲的话来给你们送粮食的。娘亲说你们打仗已经很辛苦了，就不能让你们饿着肚子打仗了。洛川听闻眼眶都红了。没说，不过没说也没事儿啊，这么重要的事儿也能忘了。小公子说的太对了，真的是个好人呐。万邦走过来，对着洛川抱拳道：在下万家商队的东家万邦，有什么问的尽管问在下就好。王爷安，小公子小小姐安。贤王看着书卷没有抬头。哦，你难得有空来我这里啊。德公公尴尬地提起嘴角。王爷好久没有走动，皇上想您了。洛宝宝，洛星儿写字的手一顿，对视一眼。王爷与皇上的关系不好呀，要是进宫，是不是能捞一笔呢？两个小家伙眯起眼睛，微微扬起嘴角。他不见本王还能多活几年。贤王知道是皇上好奇这两个孩子想见一见，本想着宫里龙潭虎穴，不去也罢，眼角却把两个小家伙的神情看在眼中。也罢，陪着孩子们走一趟，多挣点提起钱吧。德公公听了贤王的话语，只能尬笑两声。正想着如何接话，贤王开口：想我是假，想看孩子了吧？提起孩子，贤王嘴角笑意是怎么也压不住了。
哎呦，看着孩子们呢，不也是相当于看到了您小的时候吗？贤王站起身，抖了抖衣服上的褶皱。走吧，我们进宫去看一看。骆宝宝板着一张脸，不见喜乐悲哀，心里乐开了花。洛心儿眼角带笑，要发财啦！德公公忙退一步，做了个请的手势。看着两个性格各异的孩子，猜想皇上一定喜欢，他也喜欢得紧。不多时，三人坐着马车进了宫。贤王看了眼皇上就坐下了。骆宝宝抱拳躬身道：皇上好。带着几分幼稚的脸，面无表情，怎么看着都觉得有趣。皇上看着贤王的样子皱着眉头，可看着如贤王一般无二的骆宝宝，心都化了。太可爱了，比晨儿小时候可爱多了。洛心儿扶了身子，见过皇上，皇上万福金安。您看着好威武帅气呀。听到洛心儿的话，一张板着的脸难得的笑开了花。哎，好，你们好，过来，让皇爷爷看看。两个孩子看向贤王，贤王点了点头。皇上脸色又不好了。你们看他做什么？你们只管过来，皇爷爷与你们说说话。好，还有礼物送哦。洛心儿闪着亮晶晶的眼眸，小跑着过去。您看着好年轻啊，是怎么保养的？贤王嘴巴微微上翘。这孩子嘴巴里没有一句实话，为了礼物也是煞费心思。骆宝宝缓缓走过去，就那么直直地看着皇上。皇上看着骆宝宝，仿佛透过了他看到了贤王小时的模样。那时他还追在身后，不停地叫着父皇。小小的人啊，一转眼他的孩子这么大了，真是岁月不饶人。孩子，坐这里。骆宝宝没有迟疑，听话地坐上了龙椅。对于他来说，只是一把普通的椅子。德公公看了眼，忙垂下了头。后宫啊，只怕要炸翻了天呢。贤王看过后，只是轻轻地挑了挑眉。洛心儿坐在了皇上的腿上，骆宝宝坐在皇上的身侧，一副天伦之乐。你们叫什么名字啊？宝宝。骆宝宝隐去了姓氏，突然觉得他的名字有问题。以前娘亲喊的时候觉得亲昵，怎么现在觉得有点别扭呢？这个名字不够高大上啊。宝宝，宝宝，好，你是我们的手中宝。找个日子，好好的起个名字上族谱。贤王没有说话，甚至都没有抬头。我叫心儿。好，这名字好，叶心儿也不错。等你爹把你们的名字上了族谱，朕封你为心儿郡主，怎么样？郡主是做什么的？能吃吗？还是能卖？还是有钱？不能吃，也不能卖。没用的东西，我要它干什么？虽然没什么用，但封为郡主后，大家都不敢欺负你了，以后还有俸禄可拿。谢谢爷爷，你真好。以后你要是行走江湖，就报我洛心儿的大名，保证没人敢欺负你。皇上看着洛心儿的认真的神情，普天之下莫非王统，谁敢欺负朕？不过有人护着的感觉还真不错。好，
那朕就报你的名字，洛星儿。洛。皇上转过头，一脸怒气。贤王，你是不是该解释解释，他们为什么姓洛？他们的娘亲是谁？贤王一味地低着头，没有出声。他努力了这么些天，也没有从他们兄妹嘴里打听出他们的娘亲是谁，家住哪里。你有本事你问啊！皇上看着洛星儿，声音柔得不能再柔了。嘿嘿，小星儿不怕啊。你娘是谁呀？我娘就是我娘啊。洛星儿瞪着亮晶晶的大眼睛，天真烂漫回道。皇上碰了个软钉子，偏偏洛星儿回答得特别认真。那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呢？我一家人呀，还有好多爷爷叔叔。洛星儿说着，掰起手指数着人数。皇上一听，感觉这问题又白问了，愤怒地瞪了贤王一眼。贤王翻了翻眼皮儿，你也就这点本事了，哼。皇上见洛星儿句句有回应，可句句等于没回答，看向洛宝宝。没有经过娘亲的同意，我是不会透露她任何消息的。皇上一口气堵在心口，不上不下，又瞪了贤王一眼。你怎么教养的孩子？孩子娘你都拿不下，废！那就让德公公带你们去挑见面礼吧。德公公一手拉着一位小主子向皇上的私库走去。皇上走下龙椅，看着贤王。你快点找回孩子的娘，成亲上族谱。对了，明日把孩子送到宫里读书，多好的孩子，跟着你是废了。贤王叶晨依旧没有说话，不过翻了几个白眼，表示心中的不满。皇上看着贤王的样子，觉得心里更堵，背着手走出了御书房。去看看他们都挑了些什么。骆玉儿坐在饭桌前用膳，一连打了几个喷嚏。春华笑道：定是几位小主子想主子了。哼，他们现在乐不思蜀，不说我坏话，我就阿弥陀佛了。春华想着几位小主子的性格，有心为3个小主子说上几句好话。还是算了吧，他们精力足，心眼多，总是与主子斗智斗勇。现在好不容易都出去了，主子可以休息几天了呢。不过有话就说，秋香、冬雪，他们都走了，去找小主子去了。主子，他们也是担心小主子吃不好、睡不好。哎，你也去吧。春华立刻跪在地上，眼眶湿润。奴婢哪里也不去，就跟在主子身边，还求主子不要赶奴婢离开。我说笑的，你怎么还当真了呢？他们去伺候小主子，我还放心些呢。你呢，不想离开就帮我管家，不然就要累死你家主子了。这些年，主子的一切他看在眼里，恨不得长个3头6臂替主子分担。做生意、养孩子、培养孩子。骆玉儿看向窗外，几只鸽子落在了廊檐。宝宝，星儿在京城应该玩得很开心吧？宝宝在贤王身边应该能学到不少本领吧？男孩子就该在他爹身边长大，我一介女流能教的太少了，尤其他还是个特别的孩子，有野心。贝贝在他外祖父身边应该能如鱼得水吧？那小子从小就皮实。骆玉儿想着孩子们，勾起嘴角，片刻又压下了嘴角。也不知道贤王一个男子能不能照顾好2个孩子。虽然孩子们都很独立，可小心思不少。不知道贤王能不能……贤王应该会喜欢他们吧？边关的风沙大，
不知道贝贝会不会生病。对了，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唉。春华看着洛玉儿的神色，知道她担心小主了，低下头。孩子长大，总是要离开母亲，奔向远方。你找人把2个父子送去京城，另一个父子送去边关。夜里，月光透过大大的窗户洒落在床边，一片朦胧。洛星儿睁着圆溜溜的眼睛躺在床上，嘟着嘴巴思索着。过几日就要去上学，要不要去边关找洛贝贝、外祖父玩呢？学习什么的太无趣了。很快困意来袭，洛星儿闭上眼睛，很快入了梦。洛宝宝一如既往的睡觉前会看一本书，有时是画本子，大多数都是一些知乎者也、洛贝贝、洛星儿最讨厌的书。一天就这么乱糟糟又有些收获的过去了。你看这些书做什么？救人啊！疾病很可怕，特别是疫病，死伤无数，几天就能灭一座城。我想救死扶伤。嘿，我是不是很有想法，很厉害？是很厉害，不过也很危险啊。不能因为危险就不去做呀。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我要做那个忠于泰山的人。嘿嘿。洛星儿说得坚定，门外的府医听后感动得不行，老泪纵横，决心要把他所有的医术都交给洛星儿。可洛星儿此刻的医术也只比他低一点点而已，一颗心碎成渣渣。不过也欣慰，我能见证一代神医的成长，此生足矣呀。胡静雅听后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第二天，洛星儿突然听几个小厮说起京城最有名的一品楼最近出了新品，味道一绝。洛星儿迈着小腿跑到书房，推开房门。哥哥，我想去一品楼吃饭，你陪我一起。贤王、洛宝宝同时抬起头看向洛星儿。洛星儿的大眼睛眨呀眨地看着洛宝宝，大有你不陪我去我就哭的姿态。洛宝宝无奈合上了书，站起身抖了抖衣服上的褶皱。好，走吧。不过先说好，钱怎么付？我们 AA， 你不能占我便宜，我也不占你便宜。跟着洛玉儿学会了一些奇特的话语，贤王还等着洛星儿提议他也去，他去可以帮忙付钱呢。眼看着他们即将出了房门，还没有说请他的话，像是没有看见他一般，心里苦啊。我就这么没有存在感吗？用力地清了清嗓子，咳嗽了2声。洛星儿回过头，天真地问：你不舒服吗？不舒服赶紧去看府医，他医术是真不错。就这？不邀请我去一品楼吗？府医的医术高，本王知道，不用你说。不对，我没有不舒服，我身体很好。不要皱眉头，会老得很快的。你本来就不招女子喜欢，回头就更娶不到王妃了。洛星儿捕到小能手，扎得贤王心口血流如注。罗宝宝没有回头，憋着笑。妹妹就是这么实在，喜欢说实话。你们去一品楼，本王我也可以陪同的。我们一群小孩子去吃饭，你去做什么？难道你也嘴馋了吗？还是算了吧，融不进去的世界就不进去了吧。贤王很是心塞，真怕再多说他会英年早逝。你们去账房支500两银子。洛星儿一听不用花自己的银子，乐呵呵地跑到贤王身旁，抱着贤王的一只胳膊撒娇道：嘿嘿，你真好，回头我把我娘介绍给你做妻子，她可能干了，还会挣钱呢。洛星儿松了贤王的胳膊，与洛宝宝蹦蹦跳跳地出了书房的门，只留下一个欢快的背影。
贤王看着洛心儿远去，心中呐喊：本王同意，同意，你赶紧给你娘亲写信了。心中无法言说的苦，只有他自己知道，也只能他自己慢慢消化了。我给你们说啊，一品楼的饭菜那是最香的。洛宝宝点头附和。我娘的产业是最好的。你们以后要是吃饭就去一品楼，招待客人绝对有面儿。洛心儿接着吹捧。洛宝宝点头。我娘的生意我们也得尽一份心，帮忙宣传宣传。洛心儿说话，洛宝宝点头。兄妹俩配合默契。几位客官想吃点什么？我们不差钱儿，新品只管上。客官可有什么忌口？没有，你看着上菜吧，一定要新品啊。伙计点头躬身离开。下了楼，看见掌柜。楼上来了几个孩子，应该有贤王的孩子。你去忙吧，我知道了。掌柜转过身，看向楼上的雅间。这2个孩子终于来了。还有雅间吗？颜如玉循声看去，还没有回话，一声刺耳的噪音响起。你们有钱吗？雅间有最低消费，你知道吗？你会说人话吗？老子看在你是女孩子的份上，今天就饶了你。你哥哥落实不行，今天必须从这里出去。你们身上的穷酸气都熏到老子了。进门都是客，有道是冤家宜解不宜结，给我一个面子，你们上楼吃饭，我给你打折，这事儿啊就过去了。就因为我爹是武将，不喜欢结党营私，所以就这么被针对嘛，不公平。洛氏心中很委屈。徐婉舟皱眉，这掌柜有些来头，要不要今天就这么过去了？可有雅间？有，我带你们去。这是主子的侄子侄女儿，即使没有雅间，也得给他们腾出一间来。洛川大将军是颜如玉佩服的人，为人正直。徐婉舟看着颜如玉如花的笑脸。颜如玉对任何人都是淡淡的，可独独对这洛家姐弟笑得真心，这是何道理啊？我许家怎么就不如他洛家？我徐婉舟怎么就比不上他洛石？一块破石头！站住！今天这店里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你看着办。徐公子，来者是客，我也就一个小小掌柜，如何能得罪客人呢？您大人有大量，就不要为难我了。你看那2个人眼熟不？眼熟。会是谁呢？你说会不会是舅舅家的哥哥姐姐？可能吧。那我们问一问。你问。哼，这哥哥与他说话无语。楼下的，你叫什么名字？哪家的？我叫……没问你，问那2位哥哥姐姐。我叫洛石，她是我妹妹洛水。名字对得上。你与边关的洛川大将军是什么关系？那是在下的祖父，你认识？哦，不认识，听说过。你上来吧，我们一个雅间吃饭吧。陆星儿发出邀请，洛石犹豫，洛水倒是想上去，他看那个漂亮的小姑娘很有好感。哥哥姐姐，上来吧，我们今天吃饭的都是孩子，与你们投缘，不如一起，大家交个朋友。洛星儿再次邀请，指着楼下徐婉舟：你以后不许欺负他们，他们也是有人罩着的，说是不服气，去贤王府找我单挑。徐婉舟初听，心里不服气，最后听到贤王府，心中那团不服气的火瞬间奄奄一息。去贤王府，那不是挑战阎罗王，找死吗？哎呀，今天的这个脸是丢尽了。他转身进了雅间，喝闷酒去了。进了雅间，所有人自我介绍一番，
热闹非凡。我是柳家的宝贝刘宝儿，在下金萱。我叫武静雅。我洛心儿，她洛宝宝。我洛石，她洛水。你们怎么姓洛？我娘姓洛呀。啊？洛石傻了眼，洛水迷糊了。贤王的孩子怎么会写母亲姓氏呢？这是人家的私事，不好多问。房门打开，菜陆续端上。师兄弟，你们看还需要什么？洛石看着一桌子的菜，摆手。已经很多了，不需要了。我们先吃，不够再点菜。1刻钟后，屋里的孩子们依靠在椅子上，摸着圆滚滚的肚子。啊，味道真好呀，比以前的还好。是哈，比我家做的好吃多了。等我有钱了，一定请这酒楼的大厨回家，专门为我做饭。洛心儿指着刘宝儿的大肚子。你得了吧，你不怕以后成了圆球走不动路吗？他说的是实话，我也的确爱吃，管不住自己的嘴。我们一同吃过饭，就是好哥们儿啦。以后有事就报姐，不就报我的名字。好，你这个妹妹我认下了，以后需要打架找我。好嘛，以后打架有伴儿了。嘿，这个搭子我喜欢。好，一言为定。今天玩得挺开心啊。嗯。你认识了洛石、洛水？嗯。没去你舅舅家玩一玩？没去，打算明天带着礼物去。洛宝宝突然抬起头，想阻止已经来不及了，淡淡瞥了一眼贤王，低头又看书了。贤王被这轻轻一瞥，觉得有点不地道，莫名有点心虚。啊，你好坏，你太坏了，你！洛宝宝眼角瞥着些许得意的贤王，气急败坏的洛心儿。我娘亲是洛玉儿，也不是什么不能说的事，你知道了又能如何？得不到我娘的认可，就不要想着给我们改名字。贤王瞪着这个与他最像的孩子，真是一点都不可爱，太不可爱。你居然还想算计我，阴沟里翻船了吧？洛宝宝皱着眉头看向洛心儿。谁是阴沟？都不可爱，男孩聪明过头，女孩伶牙俐齿，他们的那个娘亲只怕更不好对付。贤王拧着眉头，故作很生气的样子。赶紧看书，看不完不许睡觉。哼，你这点威胁太小儿科了，我娘那时候可是引了一屋子的毒蛇呢。洛宝宝脸色微变，害怕洛心儿说出那段黑历史。洛心儿眼神躲闪，挥动小胖手，神色自若。那些都是小事，我们更危险的也经历过。你是不知道，我们合力杀死一头老虎，而且虎皮上不能有明显的伤痕，我娘要求的。后来呢？后来本来以为只有一只老虎，没想到那座山上有2只老虎。唉，当然是我们胜利了。对了，我娘做的虎骨酒不错，回头我偷点不拿点儿给您补补身子。还有一个名叫虎鞭的酒，价位卖得极高，想来应该更好。我娘藏得可紧了，我回家的时候给你整点儿。洛心儿说着话，对着贤王眨了眨眼睛，一副我们哥俩好的样子。贤王脸色微变。不用了，不用了。不用客气，我心儿大侠，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你管我们吃喝，回报你一些也是应该的。一坛子够不够？贤王的脸红了，面对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人，脸居然红了。不用了，我不需要。洛心儿抬起手抓了抓脑袋，小声嘀咕：不需要？
应该不会呀。那酒就男子喝的最多，我弟弟要喝，我娘都不给的。你不是男人？这孩子真是什么话都敢往外说呀。他肯定是男人，要不然我们怎么能从我娘的肚子里出来呢？当着我的面讨论我是不是男人，这样真的好吗？这事应该去问你娘。你说的对哦。洛星儿点头，看向红着脸的贤王，安抚道：你看你的脸都红了，害羞了吧？心里一定是想要的吧？那就这么说定了，我偷2坛子给你。年纪轻轻的我被传出去要喝虎鞭酒，我的脸还要不要了？贤王不淡定了，忙摆手：我不需要，真的不需要。只有口是心非的人才会强调2遍，实际上心里头特别想要的，我都懂。嘿嘿。洛星儿笑得灿烂，贤王觉得自己此时坐在这里与一个几岁的孩子讨论这些就是最大的错误，扶着脑袋踉跄地走出了书房。他都担心他再多说一些他的老命休矣，也担心他们的娘要笑掉大牙了，脸要没了。你说他们姓陆，会是姑姑的孩子吗？不好说，你不要多说，多问，惹得祖母不开心就不好了。哎，我知道，不用你多说。快看，马车来了！马车停稳，洛星儿、洛宝宝动作灵敏地从马车上跳下来，4个孩子有说有笑地进了宅子。店首领双手提满了礼物，跟在他们身后。能让店首领提礼物当小厮用的，应该就只有他们兄妹2人了吧。院落里栽种着普通的灌木，生命力旺盛，一片绿油油的，几朵野花露着小脑袋随着微风摆动，一切简单低调。不，也可能是真的没钱吧。小厮、家丁，身体多少都有点残疾。丫鬟、嬷嬷一看都是经常干粗活的人，应该都是战王士兵的家属。客厅里，洛老夫人神采奕奕地坐在主位，眯着眼看向她走来的2个孩子。哎呦，像，真像啊！孩子这种生物最是神奇，与父亲一起的时候样貌像父亲，与母亲一起的时候样貌就比较像母亲。作为他们的长辈，一眼就能看出孩子的父母来。2个见了礼，刚坐下，洛老夫人迫不及待询问：你娘？洛石的母亲，在洛府的当家主人。陆氏皱着眉头，心里忐忑。他们好歹是贤王的孩子，怎么能这么问呢？爹与相公在朝廷里已经是树敌太多了，若是再得罪了贤王，我们一家子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洛石、洛水笑眯眯地看着。他们若是姑姑的孩子，那就是亲人了。我娘就是你女儿呀。我那可怜的女儿去边关玩了一趟，这都多少年了，生死未卜。这是怎么回事啊？小姑子怎么与贤王扯上关系了？还有了一个这么大的孩子，这些年怎么也不与家里联系呢？陆氏的脑海炸裂，洛石、洛水却激动无比。以后大家有帮手了。我娘在一个地方很安全，因为贤王也在找娘亲，所以现在不方便说。至于为何这么多年没有来信，是因为娘亲受了打击，忘了很多事，这2年才想起来一些。店首领陪着孩子辛苦了，请下去喝杯茶吧。独臂管家走上前，邀请店首领出去偏房喝茶。我也想知道啊，能不能让我留下来呢？你娘与贤王是怎么回事啊？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我知道，肯定是贤王负了我娘亲，所以我娘亲带着球跑了。少看点话本子。洛老夫人、陆氏对视一眼，哭笑不得。
若是不对，那就是我娘见贤王年轻貌美，强战后提了裤子就跑啦。这孩子怎么懂得那么多呀？姑姑威武！都让你少看点话本子，不靠谱。那你说是怎么回事？我猜我娘把贤王民用后洞房，就是为了生最聪明的孩子。切！骆老夫人和陆氏见此疑惑了，他们这是变相的夸自己聪明吗？不过2个孩子也太可爱了吧，就是脑袋里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你解释，为什么贤王不知道娘亲的存在，我们的存在？说起娘亲，他就咬牙切齿。你说的好像还挺有道理的呀，嘿嘿，所以才生了我们这么聪明的孩子，嘿嘿嘿。他们说的是我女儿，那个文静的女孩吗？小姑子玩得这么花吗？怎么听着这么刺激啊？那是贤王大夏的战神啊！隔壁的店首领屏气凝神，仔细地听着，憋着笑。谁能理解这2天他憋得有多难受？哇，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地图？是啊，只可惜版图没有前朝那么大了。哎，这里是我们这儿。洛心儿指着京城，只见洛心儿的指尖顺着路慢慢地向下滑过。突然洛心儿指尖一顿，看向贤王。你好坏，太坏了！看到地图的一瞬间，他不由得找向娘亲所在的位置。贤王看着很快猜到他意图的洛心儿，心中得意。哼，不愧是本王的女儿，脑子转得快，好用。只可惜啊，只知道洛玉儿在京城以南，不知道具体位置。回家可以画下来，下次出门我就不会走错路了。洛心儿的手划过地图上的每一个地方，心里默默记着皇上看个热闹。不就是个女儿吗？本王也有，绝对比你的好。贤王最初见洛心儿的指尖划过地图上的每个地方，不以为意，最后见他眼睛转动，像是在记东西。难道他能过目不忘？贤王被自己的这个想法惊了一下。世间之人能过目不忘的少之又少。皇爷爷告辞了。洛心儿挥动胖乎乎的小手，一套现代人的道别方式，皇上没有计较。下去吧，认真上课，那是有名的夫子，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名师，还是朕的恩师呢。洛心儿对着皇上做了个鬼脸，转身跑开了。想让我好好学一些乱七八糟的，我才不干呢。皇上第一次见有人在他面前做鬼脸，觉得有趣。当然最重要的是，做鬼脸的那个人一定要漂亮可爱。贤王，这事儿你盯紧点儿。是，父皇。二皇子低着头，一脸不忿。凭什么？凭什么对老三都是笑脸相迎？对我一家总是看不上眼。回贤王府的马车缓缓前进，洛心儿依卧在车厢里。啊，累死老娘了！上学真不是人干的事儿。一双白嫩嫩的小手轻轻地捶着自己的胳膊、肩膀、腿，一双大眼睛又转个不停。洛宝宝闭目养神，感知到洛心儿瞥过来的眼神，睁开了眼睛，对视上。看样子他又想要整什么幺蛾子了。唉，做哥哥的也头痛啊。咱们出门在外可要三思而行啊。洛心儿眼睛转动，敷衍道：知道，你什么时候比娘亲还啰嗦呢？看样子哥哥又感应到了，可他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谁也无法阻挡我心儿大侠的脚步。哼！两人说的话不清不楚，旁人听得云里雾里。你要干什么？好玩吗？可要带着我呀！别忘了我。
我与你一起。吴姐姐，你的静雅呢？怎么与我这个皮猴子一般呢？我觉得静雅好像没什么用，我就丢了吧。洛心儿回了房间，见武静雅也跟上来了。吴姐姐，帮我研墨。你真的要写课业？看着你不像是那样的人啊。吴姐姐笑话我，哼！需要我做什么？不用了。骆宝宝抬脚进了房间，身后跟着刘宝儿、金轩、洛石。他们进屋后随手关上了门。贤王抬脚出现在门外，他很好奇，那么大那么复杂的地图，洛心儿真的能记下吗？大哥，我厉害吧？这是夏朝地图？这真的假的？真的，当然是真的。我今天在御书房见到了这幅地图，就背了下来。我心儿大侠以后行走江湖就靠它了。以后得用特别的墨画在羊皮上。啊，这事儿怎么那么玄幻呢？地图啊，国家地图啊，那么多条路，那么多条河流，那么多的山川，那么多的城池，他居然都记下来，还默写下来。不可置信，可面对现实又不得不信。洛心儿看着大家的表情，心中得意，脸上更得意。不要这样崇拜姐，姐只是个传说。门外的贤王抬脚回了自己的院落，他得消化一下。骆宝宝回头看了眼门外，感觉有人走过。府里能躲过我耳朵的没有几个，门外的应该是贤王。二皇子回了王府，看着底下站着的10多个女孩子，陷入沉思。他们的娘亲是谁？什么性格？天赋如何？叶诗涵，你明天与哥哥们一同去上学堂。我不，女孩子哪有去学堂的？二皇子瞪了眼叶诗涵，视线又从下方站着的女孩子们身上扫过。你们有想与哥哥一起上学堂的吗？女孩们微微低着头，一双双眼睛里透着迷茫，不知所措。二皇子皱着眉头，这样的孩子如何与老三家的女儿比？看了眼皇子妃赵若初，怒斥：你怎么教导孩子们的？赵若初不知道自己错在何处，让夫君当着所有人的面训斥他。他的眼泪不争气，唰的一下顺着脸颊流下来。爹，娘亲哪里做的不够好？你要这么说娘亲呢？二皇子看着这个女儿，再看了一圈其他的女儿，感觉没有一个能拿得出手的。风，府里来了孩子。是啊，来了好几个，现在可热闹了。骆宝宝，洛心儿在不在啊？他们都在，不过现在在宫里上学堂，天黑时才回来的。哦。突然一阵马蹄声响起，几人侧头看去，风首领皱眉：今天怎么会回来这么早？会是小主子在里面吗？也不知道这些日子过得怎么样，是胖了还是瘦了，过得开不开心。马车停稳，洛心儿第一个跳下马车。小心点。秋香的视线落在白白胖胖、精神饱满的洛心儿身上，挪不开视线。小小姐好像过得不错啊。洛心儿感受到了炙热的视线，侧头看去，随后一声尖叫：秋香姐姐，你怎么来啦？话音还未落，洛心儿如一个小挂件一般挂在秋香的身上。我想你们了，所以也留了一封信，就来找你们来了。秋香姐姐好勇敢。洛心儿真心夸赞道。马车里孩子们陆续下了马车，围在秋香身旁。贤王站在不远处，观察着秋香的一举一动。敢将刘叔出走，是你们上行下效，主子睡过就跑，小主子刘叔出走，丫鬟也跟着跑。一贯板着脸的骆宝宝嘴角微微上扬，带着甜甜的笑意。
娘还好吗？是该说实话还是假话呢？实话太伤人了呀。娘亲一定很想我们吧？那……洛星儿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皱着眉头撅着小嘴巴。秋香姐姐，实话实说。实话。洛宝宝板着脸再次开口。主子一切挺好的，你们就不用担心了。秋香回答了，但是没有正面回答。洛星儿低着头，情绪有点低落。我们离开了，娘亲一定很高兴吧？有没有放烟花庆祝？不至于，不至于。秋香看着洛星儿皱着的眉头，忙岔开话题。你们打算住多久啊？我们什么时候回去？毕竟这里也不是我们的家呀。本王的孩子，你打算带他们去哪里？秋香感受到强大的杀意，缓缓转过身，看向那个身穿玄色、身材魁梧的男子。哇，真帅！难怪主子会睡了他，难怪小主子都长得那么可爱。哎，不对啊，他这样的身份，小主子得多危险呀！主子还怎么夺回小主子呀？他们是本王的孩子，自然与本王住在一起。若是再说一些其他的，小心你脑袋。秋香心里不认同，但是不耽误他认怂的速度，点头如捣蒜。一品楼，颜如玉摇着一把折扇，眉头微皱。公子，您上楼上雅间。你若是同意明日与我去郊外游玩，我就去雅间。公子，我还有好多事要忙，真的没时间。颜如玉也不能说他没时间，只是两人身份悬殊，他还有难言之隐。你东家是谁？我去说说，怎么能这般不近人情呢？他是听不懂人话吗？颜姐姐，我们又来吃饭啦！哎呀，你过来了今天可是吓坏我了，所以我今天一定要大吃特吃，把我受伤的小心心全都补回来。怎么回事啊？可有受伤？眼睛瞥到了秋香脸色无恙，心松了些，可语气里的担忧，两人的熟练程度让贤王眉头轻皱。他们什么关系？这么熟吗？洛星儿看向熟悉的脸庞欧阳明月，略略读懂了他看向颜如玉的眼神。这个色眯眯的小眼神儿，我可太熟悉了。要发财了哟！园种叔叔，你是喜欢颜姐姐吗？欧阳明月神色一顿，脸色一黑又一红，缓缓低头。这么叫，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叔叔，本公子风流倜傥，哼，他与他爹一样不讨喜。在贤王的注视下，欧阳明月努力地微微扯起嘴角，带着一分的笑意。不带笑意，欧阳明月怕贤王当场灭了他。小朋友，我不叫冤种，更不是叔叔，你应该叫我哥哥。可你看着比贤王还要老呀。还得是我女儿有审美。贤王嘴角上翘，洛宝宝抿着嘴，不知道他又有了什么鬼点子。整个京城估计也就希儿妹妹敢这么说了吧。洛水低着头憋着笑。欧阳明月嘴角挂着的那一丝笑意终于是绷不住了，蹲下身子直视洛星儿的眼睛。你好好看看我。洛星儿眼睛眨了眨，嘟着嘴巴仔细地看了看。可我再怎么看，你也是叔叔，配不上我颜姐姐的。想我仪表堂堂，风流倜傥，怎么到了洛心儿嘴里就变了味儿了？我说的都是实话，你得学着接受呀。一副我为你好的模样，欧阳明月一张俊脸霎时变成铁青色。喜欢颜姐姐的人很多，但是我看你是最好看的，
我看好你呀。这么小的孩子，知道什么是喜欢吗？就知道胡说。而欧阳明月铁青的脸慢慢的红润了。刚才看走眼了，这孩子眼神挺好的。那激动的结巴说不好话。我又拿捏一个，嘿，要进账了哟！只要意思到位，我帮你呀，冤种哥哥。他这副样子，怎么似曾相识呢？若是他能帮我把颜娘子娶回家，花些钱也是应该的。你只要帮我如愿，好处少不了你的。冤种哥哥，只要钱到位，本女侠帮你心想事成。欧阳明月满意点头。洛心儿眼神一转，胖乎乎的小手捂着肚子。我现在饿得不行，那……欧阳明月瞬间明白洛心儿的意思。你今天的饭菜我包了。嘿嘿，冤种哥哥，你真好。我小声地告诉你，颜姐姐最喜欢大气的男子啦。洛心儿拉着欧阳明月的衣袖，此刻洛心儿笑得如一只偷腥的猫。欧阳明月感觉前途一片光明，仿佛颜娘子已经在怀，呲着牙笑得没心没肺。颜如玉此刻觉得洛心儿娇憨可爱。欧阳明月人笨脑钝，无可救药。这孩子这般滑头，也不知道是随了谁了。妹妹如今忽悠人的技术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要不我们去找小主子们？若玉儿眼睛一亮，随后颓废地歪坐在椅子上，对着春华摆了摆手。我也想回去看看呀，可贤王不是吃素的，占了这具身体也得帮他尽孝啊。还有那对渣男渣女，得让他们付出应得的代价。春华走出屋子，随手带上了门。他知道主子想自己安静一会儿。洛玉儿呆呆地坐着，看着太阳光从窗户照进屋里，光影斑驳。孩子们在时，他有做不完的事儿，收拾不完的烂摊子。孩子们走了，该他奋力建造他的商业帝国了。可总感觉少了点什么，提不起精神。山上圈起来，养鸡鸭鹅羊牛什么的。人手要是足够的话，果树不要忘了种上。秋香点头。改造山，他熟。能不能找一座山，全部种上桃树？春天赏桃花，酿桃花酒；夏天吃桃子。洛心儿对着秋香的耳边低语：秋香姐姐，你们能不能通过特殊渠道帮我弄一些桃子吃一吃啊？秋香想也没想，直接点头应下了。秋香姐姐，你太好啦，我爱死你啦！秋香脸上的笑是甜甜的，是满足的。得，不知道秋香姐姐又答应了妹妹什么事情。雷首领看着秋香脸上的笑容，心漏了一拍，人呆愣片刻。按照仙儿说的建造出来，怎么那么像是雍翠山庄的模式？雍翠山庄建在山顶，山庄四周建得像梯子一样的田地，无法开荒的山地养殖一些家禽，自给自足，一片美好的小世界。不知道贝贝怎么样了？我想他了。你说他会想我们吗？我也想娘亲了。我不想上学堂，一会儿你的作业借我。洛宝宝的步伐快了几分，也凌乱了几分。等等我，你不借我找吴姐姐。哼，坏人！洛心儿小跑几步，可洛宝宝轻蹙眉头，运用轻功跑得飞快，仿佛后面有洪水猛兽追他一般。洛心儿见洛宝宝跑得太快，不由得心塞，放缓了脚步。贝贝在边关应该不用上学堂吧？他一定不上学堂的。自言自语的洛心儿突然脚步一顿，哈哈大笑起来。
下一秒又快速地抬手捂住自己的嘴，眼睛偷偷扫了一眼四周。天助本大侠也！你妹妹去了哪里？边关。她去边关做什么？找人。你怎么知道？猜的。就不能多回答几个字吗？贤王拳头微握，真想给他一拳有问有答，但是得到的信息十分有限。我去找她。不必。你不担心她？应该别人担心。这话问的，这话答的。你在王府守着，我去把她找回来。她不想跟你回来，你找不到的。为何？骆宝宝不答了，贤王翻了个白眼。说过话真费劲儿，也不知道这是随了谁了。贤王进了府，见了管家。以后贤王府里的一切都听骆宝宝的。风首领负责管理贤王府外的大小事宜，若是遇到迟疑不定的事，皆与骆宝宝商量。羽首领与我同行，边关走一趟。骆宝宝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脸色没有任何变化，依旧板着一张脸，万年不变。贤王瞥了一眼骆宝宝，单手扶额，眉头紧皱，头疼了。都下去吧，鱼准备一下，一会儿出发。贤王坐在骆宝宝对面，伸手拿起一盏茶，一饮而尽。骆宝宝就那么定定地看着他，没有说话。贤王放下茶杯，一脸无奈。你就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马车里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你找不到星儿的，因为他就没想让你找到他。语气坚定，可贤王却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等着我把你妹妹带回来吧。骆宝宝目光郑重地看着贤王，用力地点了下头，起身迈开步伐就要离开。你怎么走了？不撞南墙不回头，有什么好说的？你，祝你好运。贤王语塞，一口气堵在心里，不上不下。这孩子。一刻钟，贤王与首领李川三人骑马，一同从京城北门快速疾驰而去。李川是那个武家找来善于追踪的男子，后来因为有这一技之长，被贤王留下，又经过特别训练，现如今已经是今非昔比。因为骆宝宝说的那句找不到洛星儿，让贤王心里多少有点忐忑。若是真找不到洛星儿，他这个爹做的得多尴尬。所以临时决定带上善于追踪的李川。主子，属下已经打探过了，魏时1个时辰前赶着马车从这里走过，我们快马加鞭去下一个县里，应该能追上他们。魏时是洛星儿马车的车夫，只要找到魏时，就能找到洛星儿了。那我们就快马加鞭，赶到下一个县里。李川眉头微蹙，凭直觉总觉得有点不对劲。贤王的目光落在李川的脸上，与首领顺着贤王的目光看去。你有什么见解，但说无妨。一种直觉，星儿小姐应该不会这么容易被找到。贤王点头，赞成，他也有这样的感觉。与首领思索片刻。那我们得先去找魏时，然后再做打算。驾3匹马飞速而去，带起一阵灰尘，惊起路旁树上刚刚归巢的倦鸟。不远处的山上，一个山洞口，3个女孩并排坐着，看着西方即将要落下的夕阳。你们看，多漂亮啊！是漂亮，可爬山好累啊。我们没事吧？怎么感觉不安全呢？武静雅不往安全上想还好些，越是想，心中就越是哆嗦。洛星儿嘴里含着一根狗尾巴草，顺势瘫倒在草上，双手枕于头下，微微眯起的眼眸看着蔚蓝色的天空，嘴角缓缓上扬，自信道：不用担心，也不用害怕，有我呢，
绝对带着你来一回特别刺激的体验。洛水学着洛星儿的样子躺在草地，眉眼弯弯仰望着天空，一番别样的体会。不要害怕，我们会保护你的。武静雅挨着洛星儿躺下，看着天上云卷云舒，心中的不安消散了些，皱着的眉头缓缓舒展。是不错，以天为被，地为床。殊不知，除了当事人，其他人都要急疯了。什么？洛水洛心儿带着武静雅离开走了？哎呦，这可如何是好啊？怎么与玉儿交代呀？赶紧派一队人马沿着去边关的路上寻找，快飞个传书，让老爷安排人。哎呦啊，怎么都不让省心呢？哎呦，阿弥陀佛，千万不要出事儿才好啊！娘，他们应该不会有事的，贤王已经去找了。水儿，怎么回事啊？平时看着挺文静的，怎么也办事不靠谱呢？唉，杏儿又跑了，这次他打算去哪里啊？他要去边关。也对，贝贝在哪里？有人跟上吗？玉儿到了哪里啊？赶紧派人去找找。算了吧，你们也找不到。颜如玉跌坐在凳子上，抬起手，用手里的帕子擦了擦脸上的汗水。这些孩子们啊，聪明是聪明，就是从来都不省心。抬头看着门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一颗心被揪了起来。千言万语最后只化作一声叹息，心里祈祷洛玉儿赶紧过来。这些孩子呀，有福都不知道享。睡梦中的洛星儿察觉有人靠近，摸了他的脸，眼睛缓缓睁开。洛玉儿眼疾手快，一缕高级迷药从指尖弹出，洛星儿费了很大力，缓缓睁开了眼睛，又慢慢的闭上，嘴里小声嘟囔了一句：梦里居然也会梦到大魔女。洛玉儿一双好看的眉毛拧在一起，附在洛星儿脸上的手指轻轻用劲儿，心中恨不得把它塞回去重造。洛星儿仿佛感受到危险，又接了一句：我都有点想他了。洛玉儿眉头舒展，嘴角又扬起来，轻轻摸了摸洛星儿光滑的脸蛋儿。算没有良心。洛玉儿帮3个孩子盖了肚子，整理了番衣服，靠在洞口处闭上了眼睛。时间过得飞快，月亮升起又落下，远处的鸡鸣声响起。洛玉儿突然睁开眼睛，转头看了眼依旧睡得如死猪一般的洛星儿，不由得嘴角弯弯，摇了摇头。唉，你真能照顾好自己吗？弓着身子出了山洞，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出来吧，我答应你们的解药已经做好了。一个身披黑色斗篷，看不清脸的人如鬼魅一般飘了出来，站在洛玉儿不远处。洛玉儿把2个精美的盒子放在地上。你二哥的解药你带过去吧，我就不费心了。黑色斗篷动了动，洛玉儿运用轻功飞身下了山，一声哨响，一匹马飞奔而来。洛玉儿飞身上马，往京城方向骑去。既然占了你的身体，你的仇我会帮你报的，你的家人我也会替你照顾的，你就放心吧。好奇怪，昨天怎么睡得那么熟？我好像还看见了女魔头了。难道我是真的欠虐，想她了？3个女孩打开包袱，拿出吃食，坐在洞口，看着朝阳一点点的升起，一边吃一边聊天。你说这个太阳与昨天落下去的会是一个吗？啊？你们说他每天出来又进去，累不累呀？我想一定很累的吧。他的脑袋是怎么长的？怎么那么多稀奇古怪的问题？中午时分，
贤王一行3人终于追上了魏石赶着的马车。魏石眼睛没有焦距，被贤王用武力截停后，他呆呆地坐在马车上，没有了动作。李川仿佛看出了些端倪，拿起水囊噙了一口水，对着魏石木讷的脸喷去。魏石的眼睛慢慢转动，一瞬间回了神，见贤王一脸愤怒地出现在自己眼前，本能往后看，看着空空如也的车厢，嘴里呢喃：坏了坏了坏了，小姐呢？你们从哪里分开的？哪里分开的呢？对了，那片山，小姐给我一个荷包，说让我停一下，她需要下去一趟，就是在过了陆村不远的那片山。然后魏氏飞身下了马车，双腿跪在地上，一脸悲戚：主子，属下罪该万死，弄丢了小主子。荷包呢？本王对孩子们的了解还是太少了。魏氏忙从怀里拿出荷包，与首领接过，双手递给了贤王。打开荷包是一张纸。魏石，你去边关找洛贝贝，告诉他我要去找他了。洛心儿书写。贤王反复看了几遍，最后扔给了魏石，目光投向了李川。哦，你说说你的想法。属下猜测，心儿小姐可能去楚城，也许会租一辆马车，或者那里有她认识的人，借一辆马车迂回来边关。她们3个女孩太醒目，也太招人了。小主子是怕我想不开，或是受到惩罚呀。小心翼翼地把纸折好，放在心口。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侍卫，何时被人这样用心地对待过？贤王听过李川的话，觉得有道理，目光看向那个眼眶湿润的魏石。洛贝贝是谁？属下不知。就这样回去，不得惹人耻笑啊。冥冥之中仿佛有什么东西指引着贤王往边关走这一趟。李川，你按照你的想法找到心儿，与魏石随本王一起去边关。是。这孩子的脑袋怎么长的？年龄不大，心思不少啊。你为什么要去青城？我要去楚城，我那里有认识的人。啊，楚城？可你说你要去青城，他们说的也是要去青城啊。陆杏儿没有直接回答，嘴角含笑地眨了眨眼睛。片刻，武静雅抬起手，一副大梦初醒的模样。你说你要去青城，还特意交代家人一定要重谢，他们心里有鬼，就一定不会去。可你怎么知道他们会去楚城呢？洛星儿抬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地图，从这里就3条路，一条是往边关走，一条是去青城，一条是去楚城。边关太偏僻了，我们这样的姿色卖不上价钱的，所以得往繁华的大城市走。落水，武静雅双双竖起大拇指，嘴角的弧度慢慢扬起。武静雅忐忑的心此刻也算是彻底放下了，只是不远处的赵淑仪瞪着3人一脸的不忿。洛心儿觉得不舒服，快步走近，动作利落的一把拔下了赵淑仪嘴里塞的布。快跑，他们是坏人！闭嘴，他们都是好人，不许你这样说他们。他们还有用呢，你不能害我们提前动手啊。车夫吓得大吃一惊，忙站起身，与李娘子对视一眼，达成共识。情形若是不对，全部迷晕。当听到洛心儿天真的话语，两人松了神色，嘴角微微上扬，挤出一丝假笑。赵淑仪无力地翻着白眼儿：蠢货，一群没脑子的蠢货！你才蠢货，一家子蠢货！我这么可爱，那是要聪明绝顶的。我们都很聪明，尤其是心儿妹妹，特别聪明。你都被五花大绑，有什么脸说我们？起来吧。骆宝宝直起身子：谢师傅，让师傅多日的舟车劳顿是弟子的不是，府里已经收拾好院落，请师傅们休息几日。管家亲自带着人端上饭食，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中游的应有尽有，上了满满一桌子。玄机子眼睛放光，眉眼弯弯，一脸笑意。乖徒儿，还是你贴心呐，这路上可把我给吃吐了。你费心了，下次可不要如此奢靡。是，贤王出去追我妹妹去了，不在府里。这句话解释了作为义府主人还有一个弟子没有出现的原因。那丫头，可是听说齐老头来了，吓跑了。那孩子最不喜欢上我的课了。不是，我娘来了。两个夫子摸着胡须，嘴角微微上扬。哦，原来如此。一品楼后院，别忙了，坐下，一起吃点。颜如玉眉眼带笑，听话地坐下，摇着头。主子，您吃啊，我看着就好。骆玉儿真的是无话可说了，端起碗，拿起筷子，一口下肚。厨子手艺精进了，主子工钱给的足，能不用心吗？颜如玉笑言。突然两人眉头轻蹙，颜如玉起身探头看去。主子，您吃，我去看看。欧阳明月耍赖，不要脸地往后院冲来，也是如了愿，见一个剑眉星目、长得小巧儒雅的男子坐在颜如玉房中吃饭。长得跟个小鸡子儿似的，颜姑娘到底看上他什么了？骆玉儿一眼便认出此人，陵阳侯府世子欧阳明月。人长得奇峰霁月，一表人才，可遇见了颜如玉，那脑子就不够用了。这不，看骆玉儿分明就是一副看情敌的样子。亲爱的，他是谁啊？他就是一个客人，我这就带他出去。说着话，颜如玉便拉着欧阳明月的衣袖往外拽。颜姑娘，你不喜欢我无话可说，可你对他了解多少？他家住何处？可有妻妾？他什么时候能娶你？我如何？关你世子什么事儿？出去！我这里不欢迎你。他怎么能这般呢？女子须自重。颜如玉抬起头，仰着脸，眼眶中浸满泪水。自重？我一个孤女，要如何自重？你出去，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欧阳明月依在门处，见颜如玉神色变得难看，心中十分后悔，刚才口不择言了。你只要与他断了，我立刻八抬大轿，明媒正娶迎你进门。你出去吧，你爹娘是不会同意的。你同意嫁给我了？只要你同意了，我家里的事我去说。颜如玉听着欧阳明月的话，心中五味杂陈，眼睛一闭，心一横。我自己委身于他了，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委身？为何？我到底哪里不如他？骆玉儿看着都觉得心疼啊。美男看着就养眼啊，惜子捧心，不错不错。欧阳明月回过头，定定地看着骆玉儿，一双好看的眼眸仿佛笼罩了一层薄雾，带着无尽的悲痛。你家可有娘子？问我这事干啥？娘子，我一个女的，肯定没有啊。迷茫地摇了摇头。既然你没有娘子，那就三媒六聘，来娶我陵阳侯府的义女颜如玉。好感人啊，怎么办？颜如玉心如一面大鼓，欧阳明月的话如锤子一般狠狠地砸在上面，震得颜如玉半天没有反应过来，她这是娶不到，就当做妹妹嫁出去。眼眶湿润，垂下了头，久久不敢抬起。你放心，我以后不会再胡闹了。你的婚事，哥哥帮你办得热热闹闹，绝对不会让旁人敢欺负你。
说完后的欧阳明月展开手臂，轻轻地抱了抱依旧低头不语的颜如玉。错不得你的夫君，做你的哥哥，护着你也不错。说完话，松开手，踉跄地走出一品楼。有酒吗？我今天要一醉方休。你怎么了？我喜欢的严姑娘，她居然要嫁给了那个豆芽菜，白面书生，一看就是手无缚鸡之力，她哪里能比得上我？我心里痛啊！酒，我要酒，我有钱，我给钱。这里不是酒楼，也不是酒馆。你说的那么不堪的人，是我可爱的娘亲啊！知道，我不知道能去哪里，来这里躲一躲。欧阳明月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哭诉着。去搬酒。第二天中午，炙热的太阳烘烤大地，欧阳明月缓缓睁开双眼，记忆回笼，看着一地的酒坛。骆宝宝为人不错啊。说曹操道，骆宝宝适时地出现在欧阳明月面前。你一共喝了15坛酒，1000两银子。说完话，没有给欧阳明月反应的机会，直接抬脚离开。欧阳明月瞪大双眼，刚才才夸他为人不错，怎么就……什么酒这么贵？一声大叫，惊得门前花丛中蝴蝶纷飞，无人能回答他。这是什么地方？心儿呢？洛水突然坐上身，回头见洛心儿靠在墙上，眼睛弯弯地看向他时，紧绷的心松了下去。低头看着眼皮轻颤的武静雅，伸出手轻轻地晃了晃。武静雅慢慢睁开眼睛，见两人在他眼前，心中担忧放下了。洛水思绪散开，刚才是吃了饭，所以突然睡着了。现在应该是吃了希儿给的解药，提前醒了。下一步打算怎么办？洛希尔的眼睛打量着这里的一切，耳朵听着远处的动静，想了想回：等夜里我们出去，把他们一网打尽。哎，那个不错。嘿嘿，那个也不错。嘿嘿嘿嘿。两个哥哥，你们干什么呢？要帮我们开门吗？那谢谢你了哟，你真是个好人。漂亮，可爱。江二不由往洛星儿走来，来跟哥哥玩玩，好不好？眼睛里散发着黄色的光芒。洛星儿不知道这样的神色代表什么，但是他觉得特别不舒服，不由得眉头轻皱。那是怎么玩呢？声音软软糯糯的，梁大爷往这边走来。铁笼子很快被打开了，其他笼子里的女孩紧张地看着洛星儿，有些吓得闭上眼睛不敢看。你们有多少人呀？不少。那我们出去玩吧，我不喜欢这里。好，听你的。小妹妹，你不能跟他们出去，他们是坏人。你不能跟他们走。若是我出去了，他留下来发生危险了怎么办？那我要是在这里解决了坏人，吓着姐姐们可怎么办呀？你不是很厉害吗？下手啊！反正你不能出去。梁大、江二见洛星儿不动，眼睛色眯眯地上下打量着洛星儿，步伐不停，慢慢地向洛星儿逼近。星儿妹妹，动手吧。洛星儿回过头，看着两人搓着手，呲着牙，眼睛眯成一条缝地看着自己。反正他浑身不舒服，快速抬起手，两只银针从指尖弹出。那快速飞出的银针稳稳地扎在梁大的脸上，江二的脖子上。丫头片子，我们给你脸了是吧？我不是丫头片子，我叫洛仙儿，骆大将军的骆，是我娘的心肝宝贝。我们管你是谁啊？到了这儿，就只能认我们搓磨。洛仙儿就这点本事，我的小命啊！
2、1，打！这座院子太大了，人贩子的生意做得不小，官府的人居然不知道，我觉得不正常，这个事儿必须闹大。我们放火吧，火势一旦烧大，那这事儿绝对就捂不住了。放火这事儿可是我的拿手好戏呀！英雄所见略同。我带着吴姐姐，洛姐姐带着她，我们分头行动，点火，看谁的火放得最大。我的鼻子最灵了，看，前方应该就是他们的厨房了。洛希尔摸到的一捆干柴，慢慢蹲下身子，从身上掏出火折子，轻轻吹了一口气，火折子慢慢冒出火星，干柴遇明火，瞬间点燃，冒出熊熊大火。洛希尔看着火光慢慢烧起来，借着火光把一切能燃或助燃的东西都扔进火堆。火光中，洛希尔拖着2包面粉出了厨房。娘亲说过，粉状物，特别是面粉，不能遇到明火，否则会爆炸的。嘿嘿嘿，会是真的吗？不过娘亲应该不会骗我的。洛水带着赵淑怡进了一间无人居住的房间。我们得赶紧把能燃的东西都聚在一起，比放火我们可以一比呀。这里有张床，把能点燃的都放在床上，点燃后我去下一个地方。洛水拿出一个火折子，吹了一口，杵在棉被上，瞬间火星子喷出。你身上怎么有火折子？他们看我们听话，所以就忽略了呗。我这都是跟心儿妹妹学的，她叫人贩子那一声声姐姐，可不是白叫的。洛水见火光越来越大，拉着赵淑怡开了门离开了，寻找下一个点火点儿。你专心点儿，比脑子比嘴巴，我们比不上希儿妹妹。这放火要是再比不过她，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了？很快，第2间没有人居住的房子点火成功。这把应该稳了吧？突然一声爆炸声响起，这是怎么了？之后冲天的火光照亮了楚城的夜空，2个女孩深受打击。怎么连一个小小的放火都干得这么惊天动地？我们2个人那些努力算什么？真的就算一个重在参与吗？2个女孩回头看着自己努力点燃起的火焰，再仰头看看那冲天的火光，一脸颓废。心儿姑娘，属下来迟了。我爹来了吗？爷去边关了，属下一个人来的。啊！洛心儿低下头，情绪有点低落。怎么，我来还不够吗？何时认的爹呀？说来我听听，给你娘参谋参谋。张姐姐，你终于来了！他们欺负我。他就是这么会撒娇啊。身后的2人也下了房顶。给我解药吧，小的知道错了。一个女孩，他们已经对付不了，现在又来了4个人，胜利无望。这个院子很大，地下建一个不小的地牢，里面有很多被拐的孩子。那我们走吧。几人打算先去解救孩子们。不远处隐隐传来的打斗声让几人停下脚步。我们去看看吧。解药？没有解药。你可知道我这毒药为你准备了多久吗？10年了，今天终于用上了。老天待我还是不薄的。既然老子活不下去了，那就一起下地狱。黄泉路上，老子也不让你们安生。掌柜侧头看着李娘子，眉眼弯弯，一脸笑意。我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你想去？李娘子脸上温柔的笑意瞬间凝固，眼前的一切像是放了慢镜头，在她的眼前一点一点的播放。不要啊！看见别人不痛快，老子就痛快了。南霸天轰然倒地。你这是何必呢？留下我一个人，
我该如何活下去呢？好好活下去，替我好好活下去。李娘子点头，又快速摇头。没有你，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李娘子松下了掌柜的手，把掌柜抱在怀里，低声呢喃：你一定要走慢一点，等等我，下一世我们结为夫妻。李娘子感觉怀中的人越来越重，心中悲痛万分，可还有事情要做，忍住心中的伤痛，缓缓抬起头，看向门外的身影。你来了，我到底是看对了人，初见你就觉得你非同一般，那时害怕你不行，也是真的喜欢你，起了放走你的心思，后来想着赌一把吧。我这是被他算计了，哼，可恶，实在可恶！他既没有对我们下药，也没有搜身，原来如此。本想用你身后的父母灭了南霸天，你小小年纪真的很厉害。南霸天做了这一行应该有10多年了，当然我也有了8年，时间过得好快呀。若是可以，我房间里有个账本。李娘子说着突然停顿了下，洛心儿眉头一皱：我要你的账本做什么？帮你要账吗？屋里的金银珠宝全部送你，这个院子里孩子们麻烦你了，请你们把我与他葬在一起，你们的恩情我来世衔草结环再报。屋里的金银珠宝有多少？那我是不是钱名双收了呀？嘿嘿嘿，只要钱到位，别说把你们2个埋在一起，就是你们3个埋在一起，我也同意呀！哈哈哈。李娘子腹中疼痛难忍，眉头紧蹙，紧咬嘴唇，一丝黑血顺着嘴角流出，不发一言，只紧紧地抱着那个深爱他也深爱着的男子，身体慢慢倒下，眼睛缓缓闭上，眉头舒展，嘴角带着一丝解脱又幸福的笑意。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洛心儿见李娘子倒下，绷着脸抬脚走进了屋子里。金银珠宝，快到我的怀里来！发财了，发财啦！哇，这人真有钱啊！10多箱子的金珠宝没法此刻搬走，暗示又恢复成了原样。洛心儿悄悄地撒了些软金散，只要进去就不要想出去。李川用飞鸽往京城贤王府送了一封信。骆宝宝一商量，店首领带着人去解决这件事与这件事的后续，毕竟还有账本上那么多的地名与人名，必须要斩草除根，以绝后患。店首领一路疾驰，在第2天中午到了楚城，见到洛心儿一瞬间心疼了主子2秒钟，千里追女儿，女儿却在他身后。本想留下2个人保护洛心儿的，洛心儿摇着头不同意。开玩笑，让他们跟着，我的一切爹爹不都知道了吗？我以后还怎么哭穷哭惨呀？爹爹要是发现软软糯糯的女儿其实是个黑线大萝卜，我的形象就毁了。第3天，洛心儿心满意足地坐着马车，与洛水、武静雅往边关行去。赵淑仪气得咬牙切齿，眉头紧蹙，不得不跟着家人往京城行去。那个洛心儿太坏了，去边关居然不告诉我，还给我下药。等他回了京城，看我怎么收拾他。一番特别有趣又惊心动魄的行程就这样戛然而止。今天天气好晴朗，处处好风光，好风光。蝴蝶儿忙，蜜蜂也忙，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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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店首领之后按照账本记录的地址先查当地的官员，再按照名单抓人贩子，贪官皆革职查办，再暗中运作一番，推自己的人上去为官。
查抄出来的金银珠宝秘密运回贤王府。这件事最后最大的获益者居然是贤王，钱权双得。听说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孩子只身飞上着峭壁，查看上面是否有土匪，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后来听说是与水镜山庄合作发家的万邦带着人灭了那一伙土匪。水镜山庄、雍翠山庄都是靠种田发家的，只是两个山庄的主人身份成谜，有缘结识一番，以后调兵遣将的时候就不会饿肚子了。我儿子女儿也能上去。声音不大，却语调轻快，微微带了丝得意。小主子们能上去，那我多年的努力算什么？算重在参与？我上不去啊！没想到我现在过上了上不如老下不如小的日子，这也太打击人了吧。贤王觉得两个孩子肯定能上去，自己也应该差不多，思绪发散。雍翠山庄、水镜山庄，宝宝，仙儿与他们什么关系呢？孩子的娘与这两个山庄又会是什么关系？快马加鞭，后日中午赶到边关。贤王拧眉说完，便飞身上马，一路疾驰。万叔叔也不知道从哪里弄来这么多只羊，还非让我养，不知道安的什么心思啊！让你养羊是你娘的主意，是怕你太闲，惹是生非。外公也真是的，我文韬武略杠杠的，居然不让我领兵打仗。唉，可惜了我这智力超群的小脑袋，机敏灵活的身体，他们定是看我年岁小，欺负我，没有爱了。亏我看他们可怜，把身上全部的钱都换成粮食资助他们，亏本了，太亏本了。师傅好不容易来了，也不帮我，整天与外公舅舅把酒言欢，真讨厌。他是不是忘了我是他最亲近爱的关门弟子啊？哼，冬雪姐姐也不理我。唉，我就是一个没人喜欢的小可怜虫，我的命好苦啊！自认为命苦的他受不了周公的召唤，缓缓闭上了眼睛。你们来这里是为什么？来找仙儿姑娘，她留书出走，说是要来边关，不知你可见到她了吗？你们欺负她了？没，主子喜欢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欺负她？你有感觉了？你何时下的毒？刚才我们说话的时候啊，小爷我配的高效软筋散，无色无味，怎么样？不错吧？你们若是想要搓磨仇敌，我可以给你们个友情价哦。这还是孩子吗？简直就是一个魔王啊！看着他斜前方的贤王，真想知道主子心里阴影有多大，狠狠地叹了口气。贤王心塞，被亲生儿子摆了一道，这找谁说理去？还仇敌，还友情价？你有什么好委屈的？当初你裤子一提抛弃娘亲的时候，该知道会有今日，不要脸。是你娘提起了裤子不认人的，怎么还冠上本王了？可终究是脸面上过不去，不想说话，只想静静。可不能让他们父子之间发生嫌隙。是你娘提起裤子不认人，主子这么多年根本不知道你们的存在。雨，你的话太多了，嘴是不是不想要了？我娘威武啊！洛贝贝心中得意，定睛又仔细扫视过贤王的容貌身材，开口吐槽：虽然长得不是绝色吧，也能勉强入眼，身材一般，不知道会不会是脱衣有肉型的，一双腿看着挺长的，我娘的眼光还不错。这是儿子对老子该有的评价吗？怎么像是在挑赘婿？贤王的脸已经黑到不能再黑了，气得心口疼。唉，一群逆子，老大整天板着一张脸，像是过来讨债的，
老二嘴甜的能齁死人，现在要离家出走，害得本王出门找他。老三，整个一个仇敌，前面先下毒。雨首领做了一回看热闹的吃瓜群众，完全忘了自己身中软筋散任人鱼肉的角色。突然马匹往前走，吓得两人一趔趄。骆贝贝骑着阿黄从前面走着，后面跟着2匹马，2匹马上坐着2个乖乖的男子，男子好像都不高兴的样子。贤王此刻无力言语，一切随他吧，他总不能弑父吧。小主子，你要带我们去哪里啊？带你们去让我外公看看，若是他不满意，我还有化尸水。爷，您说句话呀，他还有化尸水。爷的脸都丢尽了，还有必要在乎死活吗？贤王回过头看向前面骑着狼的骆贝贝，眼眸流转。你把我的软筋散捡了，我自己去找骆将军。你若是走了，这些羊怎么办？骆贝贝停了下来，回过头定定地看着贤王。你认识我娘？知道他，不认识他。随后骆贝贝也不纠结这个问题了，手放进嘴里，以手代哨，紧身尖锐的声响过后，2只雕盘旋而来，在骆贝贝的头顶盘旋。你们帮我看着羊群，我去一会儿。2只雕鸣叫几声，仿佛在说，你放心走，交给我们吧。2个男人又是被震惊的一刻。这2只雕是他的，还听他的话，都觉得不可思议，眼睛不眨地看着2只雕在羊群上空盘旋，而羊群像是习惯了一般，在雕的下方悠然地吃草。有点诡异的组合，有点诡异的孩子。雨首领的目光比较忙，不是扫视着小主子，就是看向一望无际的规整好的农田，之前可都是荒草啊。主子，你看远处，他们居然在种地。我娘的主意，外公的人，怎么样？配合的不错吧？等这批粮食收获了，外公就能自给自足了，以后不必等朝廷那一丢丢发霉的粮食。朝廷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兵国之大器也，兵不强则国不强，这么浅显的道理都不懂吗？一群棒槌。再说，即使国强了，兵不强，那不是灭国的更快吗？贤王听闻，心中暗暗得意，嘴角微微上扬。这个孩子以后能借我的衣钵，做一个驰骋疆场的不败将军。骆贝贝不时地向来往行人挥舞着手，像是一个得胜归朝的大将军。你们去种地呀，好好种，会有吃不完的粮食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嘛。这粮食的种子特别好，你们只管好好种，明年没媳妇的可以娶个媳妇，有媳妇了明年可以生个大胖小子，会像我一样可爱聪明哦。迎面过的人无不笑脸相迎，有的还羞红了脸。小媳妇儿老大娘就喜欢这样可爱小嘴可爱巴巴的孩子。他怎么认识那么多的人？贤王疑惑，其实他就是自来熟，认识的不认识的他都能聊上天。若是他想，只一会儿的功夫，他就能把人家祖宗18代都打探得一清二楚。用骆玉儿的话说，他就是太能说话了，有时恨不得把他毒哑了。有点眼熟啊。贤王扫眼看去，是田思农。他不是在南方指导种植吗？怎么会出现在北方这鸟不拉屎的地方？田思农离得近了，才看出是贤王，缓缓举手抱拳。贤王忙一个眼神扫过，田思农瞬间明白何意，缓缓放下一只手，另一只手轻轻挥动。小家伙，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这样一问，坏事了，本王的脸没了。田思农感受到贤王释放出来的冷气，一头雾水。
老夫没有说错话呀。我抓了2个男人，想带去让我外公看看怎么样。抓2个男人，是老夫想的那样吗？贤王被抓住，每个字我都能听明白，怎么合在一起，脑子有些糊涂了。哎呦，哦，怪不得贤王浑身散发着能冻死人的冷气。哎，天哪！给我娘做相公！洛贝贝又语不惊人死不休，田思农吓得赶紧低下了头。哎呦，天哪，这是老夫能听的吗？那个老夫还有事，得赶紧走了。哎呦，赶紧走，小心听多了，命就没了。这人看着仪表堂堂的，配你娘应该不错。回头你娘成亲的时候，可别忘了请小的们喝喜酒啊。这人有眼光，可这事要是传扬出去，本王的脸……一定！田思农见2人说的你来我往，很是热闹，不由得咳嗽几声，意思是差不多得了，赶紧走吧。车夫蹙眉：田大人，你怎么了？可是伤风了？要是不舒服，您说一声，我帮你看看。看在相识多年的份上，我给你便宜点。田思农一张脸已经被憋得五颜六色，以衣袖掩口。赶紧走，不想要命的就继续聊。车夫吓得眉头一皱，不敢多聊，赶着驴车快速离开。贤王的热闹看不得呀，洛贝贝的医说更是信不得。哎呦，都是要命啊，还好跑得快。我现在的医术已经很不错了，你不找我看病会后悔的。他不会是快不行了吧？生病了不要忌讳看大夫，只要有一线可能，我们都不要放弃。哎呦，真是造了孽了。谁快不行了？赶你的车，费那么多话干什么？车夫努了努嘴，闭上嘴巴，心中的八卦之火点燃。谁快不行了呀？忌讳看大夫可不行啊。一个小小插曲就这么过去了。贤王绷着一张能冰封万里的脸，羽首领表示他快要被冻伤了。洛贝贝回眸，斜眼瞪向贤王，语气不善：冷气收一收，没见别人都不敢跟我说话了吗？烦人！外公，你看这人还不错吧，绑来给我娘做相公，怎么样？外孙是真敢想啊，那是贤王啊。我看着还不错，我这就给娘亲去信，今年完婚吧。贤王冷着一张脸，直直地看向洛川。看得好，外孙。洛川真想捂住洛贝贝的嘴巴，不对，是塞上他的嘴巴。不过此刻，洛大将军发现了一些不对劲。他们中毒了，而且还是洛贝贝下的。他们不是不想动，而是动不了。他们是洛贝贝的俘虏。洛大将军吓得一身冷汗，这是满门抄斩的罪行。洛磊突然眉开眼笑的大步走来。听说贝贝抓了个漂亮男子，说是给我做妹夫的。人呢？本将军先开开眼，替我妹妹把把关。洛大将军的心彻底跌到谷底。怎么哪里都有他？真是嫌事情太小了。这是什么罪行？他已经不想算了，也算不清了。灭亡的全都毁灭吧。你看这儿呢，人不错吧？要脸蛋有脸蛋，要身段有身段。洛磊顺着洛贝贝指的方向看去，只一眼，吓得呆愣住了，怀疑这梦，用力地掐了自己一把，疼得自己龇牙咧嘴。不是梦。怀疑看错了，用力地使劲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再次睁开眼，
可依旧是贤王冷着一张脸坐在马上。你知道他是谁吗？知道啊，我爹。洛磊吓得双腿跪在地上，眉头紧皱。孩子，这个爹我们先不认了，你能先给他们解药吗？不行，他武功应该不错，放了他可就抓不回来了。怎么地也得等娘亲过来，拜了天地，入了洞房，才能给他解药。他武功是不错，还想等月儿过来拜堂。孩子啊，你这是在玩九族消消乐啊，你可知道？爷，能下马吗？贤王本来能勉强下马的，此刻却摇了摇头。主子怎么还矫情起来了？洛贝贝，赶紧给解药。洛贝贝撅着嘴巴，眼泪汪汪，用力地摇了摇头。不好，他要是跑了，我去哪里给娘亲找一个这么好的夫君？哎呀，孩子呀，姻缘这事儿是强求不来的。不会的，娘亲就是强求了他一次，所以才有我们这么可爱的孩子的。洛川、洛磊大眼瞪小眼地看着洛贝贝、贤王。是我们想的那样吗？强求。贤王被看到不好意思，用力地咳嗽了一声，用来缓解尴尬。药性好像过了些，扶我下来吧。外公，你们赶紧起来，他是你女儿的夫君，不用跪他的。洛川本想拉着洛贝贝一起跪下，可洛贝贝身手灵活地躲开了。贤王看着洛贝贝，嘴角含着一丝笑意，伸着手。过来。你一连几个你，愣是没有说出一句完整的话。不过脚下慢慢地向贤王挪去，感觉有点委屈。你要是再这样欺负外祖父，舅舅，我让大哥二姐不认你做爹了。世间有才有貌的帅气男子实在是太多了，你不行，自然有行的，我会给娘亲找个最好的相公。你骆大将军、骆小将军，都快请起。你娘已经为本王生下3个孩子，已经是本王的人了，你这是大逆不道。唉，气得心口疼。洛贝贝见贤王打断自己的话，瘪着嘴巴，一脸的黑线。有本事你继续坚持呀！我要给自己找个有颜，最重要是有钱的爹。哼！贤王趁着这个机会，一把拉过洛贝贝，抱在怀里，柔软带着独特香味的儿子，让他的心再次塞得满满的。洛贝贝也没有躲。原来这就是有爹爹的感觉啊！爹爹的怀抱好像与娘亲的不一样哎。不过有一种特别踏实的感觉。贤王嘴角含笑，洛贝贝眼中带笑，嘴巴却抿得紧紧的，努力的让嘴角不要上扬。没听错吗？洛磊一脸疑惑的侧头看向自己的爹，久久没动。羽首领眼睛转动，忙走路歪斜的扶起洛川、洛磊。2位将军，快请起，我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不敢。洛川、洛磊刚站好，心中还在忐忑之中，一抬头，人家2人抱在一起。看着，怎么有种和谐感呢？2位请坐。这贤王何时多了喜欢养别人孩子的癖好？慢慢坐下，微微抬头，再次看向坐在主位上的贤王与洛贝贝。初看2人一大一小有些许相似，再仔细一端详，他们好像真的很像，有点像是贤王亲自生的一般。你娘呢？我走的时候娘在家啊，现在不知道了。你家在哪里啊？我家不固定，随时都有可能搬家的。洛川、洛磊、贤王、羽首领皆心神一顿，大脑中自动补上一女带3个孩子的缺钱大戏。因为钱不够，所以经常被房东驱赶。老娘搬家还不是因为他们拆家的本事太大，不是烧了就是炸了。想当初雍翠山庄绿树成荫，
鸟语花香，最后烟花四起，一夜之间基本上夷为平地。还好周围种的粮食没有被波及，否则老娘扒了他们的皮。那你们有吃的吗？应该不够吃吧，我娘不让我吃饭，所以我经常夜里去厨房里偷饭。几个男人甩了一把辛酸泪。我要是饿得受不了了，就会去山里打野味。有一次特别幸运，猎到了一头大老虎，我娘就奖励了我一顿好吃的。好可怜的孩子们呢，小小年纪就去狩猎，还遇上了大老虎。天哪，那得多危险呢！此刻众人一片心疼。洛贝贝见气氛到了，伸出白兮兮的小手，撅着嘴巴，眉头微蹙，一副我很惨，我很可怜的模样。爹，我们初次见面，您表示表示，孩儿一定记在心中。天天祈求菩萨保佑您长命百岁，家财万贯，夜夜做新郎。洛贝贝话音刚落，吓得贤王立刻捂住了他的嘴。这孩子怎么什么话都敢往外说？刚才扬起的嘴角此刻有点僵硬。那个我出门带的钱不多，这300两你拿去花，回京城后我再给你些。他铺垫了这么多，原来是为了银子啊！不愧是老夫的得意徒弟，活学活用，这兵法都用到生活上了。谢谢爹爹，您真好，可比我娘好多了。我以后就跟着您生活了。贤王嘴角上扬，眼睛笑得满足，突然眉头一皱。营帐外是何人？立刻滚进来！冬雪推着孙武大大方方地进了营帐。回王爷，女子名叫冬雪，是贝贝的丫鬟，男子是孙先生，是贝贝的师傅。丫鬟，这气度可不像啊，居然敢直视本王。应该与秋香一样，既是丫鬟又是小管事，只是不知道他擅长什么。这个孙先生气度更是不凡，看着仿佛有点面熟，在哪里看过他呢？这女子面色清冷，不简单。这男子看着面熟，我在哪里见过呢？哦，对了，我见过他的画像。孙武是个传奇人物啊！主子眼光真好，睡了一个这么厉害的人物，生了3个聪明孩子。洛贝贝的父亲居然是贤王，真是有缘分啊！咱们曾经来找过老夫，呵呵，只是老夫不想出事，所以未见。缘分这事儿还真是奇妙。你可以把解药给为父了吗？吃吧，味道不错，我加了不少甘草，很甜的。语气轻快，但是好像听着这事不靠谱啊。贝贝的丹药技术不错。那是，我是最有天赋的人。一颗药丸入肚，贤王明显有了感觉，眼睛一亮。哼，儿子可以啊。不知先生教授什么？老夫都略懂1、2，主要兵法、气象。好，不知小儿天赋如何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已经认出本王了，但他是何人？略带疑惑的目光看向羽首领。有孙武老先生看顾小主子，他定能是成为人中龙凤。孙武2字一出，营帐里的贤王、洛川、洛磊皆神情一顿，不过很快反应过来，都忙站了起来，对着孙武躬身抱拳。小子能拜于先生门下，实属小子之幸也。孙老，您真是让我好找啊。我们的缘分还是很深的，不是吗？贤王赞同点头，那时真是缘分未到。不知孙老今后还有什么打算啊？
只差开口说我们一起回京城去本王的贤王府居住了。我师傅当然是与我一起了，我说过要给师傅养老送终。儿子啊，你不知道他的江湖地位，可得好好与他说话才是。说是把他气走了，你爹我可没有本事把他请回来。孩子童言无忌，孙老不要生气才好。他说的是。贤王洛川落泪，玉首领心头一松，一颗心回到了心口。家中的落石，若是能得到孙老指点一二，将会受用一生，成为一代名将，指日可待。孙老看着贤王的神色，猜测他一定不知道他府里已经住进去了2位了不得的人物，嘴角含笑，一副等着看好戏的模样。师傅，边城的一品香已经开业了，我请你去吃饭好不好？你看，爹爹刚给我的钱。好，你说了算。我最近都饿瘦了，可得好好补补。爹爹去吗？若是爹爹也去，我就可以让他付钱，我请师傅吃饭了。我怎么这么聪明？这么聪明的人居然是我啊！是不是就是师傅教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还是瞒天过海之计，或者是无中生有？此刻不说是洛贝贝请贤王吃饭，就是让贤王去杀2个人，贤王都得乐颠颠的去杀，忙点头。去。声音洪亮，带着急不可耐，也带着一丝幸福感。外祖父、舅舅也一起去吧。贝贝请客，如何能不去呢？请孙老板吃饭是假，他肚子里的馋虫叫了是真；请贤王是假，想让他付钱是真；请骆家父子2人纯粹是顺便，不过也立了一个阔气讨喜的形象。唉，为了吃的也是煞费苦心了。小主子，你的羊。冬雪姐姐，做人要活套，也得会看时候。我正开心呢，你倒好，一盆凉水直接泼到我身上，把我冻得冰冰凉。你说你把我冻着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呢？还不如等一会儿再说。小主子，若是羊丢了，您的烤全羊、羊肉泡馍、烤羊肉串、羊肉火锅，可就没得吃了。我现在就去。声音急促，速度也更是快。阿黄，快起来，我的美食可不能飞了，那是我的命啊！阿黄，我的命就交给你了，可得快点，再快一点。他对什么都没那么感兴趣，只有吃的。他呀……屋里的人无奈对视一眼，眼中带着宠溺的笑意，随后就听见狼快速奔跑的声音。这个是红薯，种植简单，不挑土地，不需要太多水也能高产。说到这里，田思农眼睛扫描一圈，嘴巴咧开，压低声音：这个能亩产3000至5000斤。你没说错，3000到5000斤。嘿嘿，我没说错，您也没听错。这代表着大家以后就不会出现饿死之人的状况了，国力也会更上一个台阶，国家前途不可限量。哎呦，我的王爷呀，就这一种高产粮食，您至于这么激动吗？贤王不可置信地看着田思农，眉头微蹙。是本王想的那样吗？高产粮食还不止这一种。那边您看见了吗？南瓜亩产差不多也是这些。贤王往田思农指的方向快速跑了几步，只见一个个圆滚滚的青色或是微黄色的大瓜随意地躺在地上，一阵清风拂过，茂盛的枝叶随风摇摆压低，一眼望去，那南瓜密密麻麻，贤王心情澎湃。这天佑大夏呀！田思农就喜欢看别人吃惊的模样，今天终于得偿所愿。
嘿嘿，贤王，要不要再看看其他的农作物？贤王点头。难道还有什么厉害的农作物吗？还有很多您没见过的农作物，味道特别不错，它们的产量都不低，只要一出手，那是赚得盆满钵满。既然已经有这么厉害的高产量粮食，为何没有上报朝廷？说来也是惭愧，这些种子不是我培育出来，也不是我找到的。我答应过他们，不经过他们的同意是不能上报的。那他们有说什么时候同意上报了吗？还没说。接着说。贝贝与他们挺熟的，要不您去问问，说不定您出面去问的话，他们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骆玉儿，这个名字，你在雍翠山庄、水镜山庄的时候，可有听到过？下官没有听说过这人，需要下官去信打探一番吗？贤王对听到答案极其不满意，心塞地离开。现在田间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没有什么吸引力了，眉头紧蹙，身形落寞。骆贝贝骑着狼飞驰而过，很快到了牧羊的地方。羊儿依旧在悠闲地吃草，两只雕儿在低空盘旋，一切正常。太好了，羊还在，我的美食没有跑。羊肉串我喜欢，羊肉火锅我喜欢，羊肉汤我要吃，烤全羊我更要吃。阿黄，你可得帮我看好我的羊群，等我得了好吃的，分你一点骨头吃哦。我是狼王，有你真好。我有主子也很好，我不吃骨头。躺下的骆贝贝从怀里掏出一本书，翻开几页，认真地看起来，嘴里不时喃喃自语。一阵马蹄声响起，狼低吼一声，骆贝贝身姿灵活，一个鲤鱼打挺，挺拔地站好。我爹怎么又来了？一定是不放心我一个人，所以他来找我了，比我娘细心贴心。骆贝贝见贤王走过来，忙小跑着。爹爹，你是不是想我了？一日不见，就相当于3年没见。贤王稳稳地接住跑着跳跃起来的骆贝贝，腿被压得软了一下，眉头轻皱。这孩子不轻啊，得需要减肥了。对啊，闲着无事就来看看你啊。贤王眼波流转，心中纠结万分。问吧，若是听到不好的结果，他不想接受；不问吧，一切没有答案的问题像是一团乱糟糟的线，剪不断理还乱。爹爹，你是遇到什么难题了吗？没有。说谎话可是要长长鼻子的哦。这是你娘跟你说的吗？那是我娘给我讲的睡前故事，可有趣了。你娘是做什么呢？最终还是问出了一个边缘问题。骆贝贝扬起脑袋，陷入沉思。娘她很忙，做生意种田，什么能挣钱她就做什么。你以后要是见到我娘，可一定要对她好啊。贤王苦涩的点头，一张脸五彩缤纷。骆贝贝不知道贤王为何忧愁，抬起双手，把贤王的微微垂下的嘴角轻轻拉起。要笑才好看，我娘最喜欢看人笑了，特别是长得好看的大哥哥。诬陷，赤裸裸的诬陷。难道一国王爷要沦为一个卖笑的吗？贤王更心塞了，贤王心塞了一把，骆贝贝感受了一把难得的父爱。他活着，他居然还活着！他什么时候回京的？怎么没有一点消息啊？他今天过来是为了什么？他还活着，他竟然还活着！为什么？为什么？
乌莲花真是好样的，我前身的死亡你脱不了干系。有怨报怨，有仇报仇，这笔账我们慢慢算。严有为，枉费我前身那么喜欢你，你却贪心不足蛇吞象，要左拥右抱。这次你可要抱紧你怀里的哪个了？两个不要脸的老登。骆玉儿看着严有为快步往前来，眉头轻皱。就这姿色也能把我前身迷得五迷三道，太丢我的脸了。你失踪之后，我找了许久都不见你的踪迹，幸好我与莲花相伴，才能支撑到今日。真是感人呀，怎么不说说我是怎么失踪的呢？严有为乌莲花神色一顿，脸色不太好。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就不说了。既然你已经回来了，我一会儿就带着礼物去骆家拜访，我们的亲事该提上日程了。不必，我今天过来是退婚的。为何？我还为你保留了正妻之位呀，我的妻子只能是你。100年后我会与你合葬在一起的。怎么，留着正妻之位就是对我的恩赐了？你的正妻之位我不稀罕，与你合葬我嫌恶心。你把东西还给我，从此一刀两断，各奔东西。骆姑娘，你娘知道你的决定吗？我的事我自己做主便好。这样的人生大事，还是与父母商量一下最好。我念你年岁还小，不与你一般见识。该开饭了，坐下吃饭吧。饭后有为送你回家。骆老夫人身板笔直，大步流星地往前走，儿媳妇陆氏紧随其后。骆老夫人站立大厅中间，看向坐着不动的严家2个老者，板着脸。我女儿很好，不需要别人指指点点。我女儿已经把信物还给了你们，你们把信物还回来就行。怎么那么磨叽？嫂夫人，这话不是这么说的。那你想怎么说？你看。严默紧张地咽了口唾沫，侧头看向严老夫人，想让她唱黑脸，自己唱白脸。嫂子，先坐下。孩子们已经定亲多年，怎么能说退就退呢？然后呢？婚姻古来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今天亲自过来退亲，有何不可？你们也是武将世家，做事应该利落。怎么，京城住久了，也学会了绕弯子了？干娘，您先坐下喝杯茶，我们好好说说。要不我们先开饭，等饭后我们再谈好不好？他究竟做了什么，让玉儿与他一刀两断呢？他温柔的皮囊下究竟是什么样的内在？做就不必了，还是那句话，信物给我，我就带着女儿回家，不耽误你们开席吃饭。如果不是看在两家交往已久，关系不错的份上，你觉得你女儿失踪这么久，她还有资格做严家的当家主母吗？我们不多做计较，你还来劲儿了？怎么，看我严家好欺负？哼，你想如何，我骆家管不着。但是，若是让我听到了什么不好的话，就不要怪我骆家手下不留情了。骆老夫人气场全开，霸气十足。严老夫人吓坏了，一张脸苍白，忙站起身，走到骆老夫人身旁。那我不会说话，你别介意。我们家还是认玉儿为儿媳妇。不必，还是那句话，信物还我，以后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没有商量的余地。有为，退亲。几个字是咬着牙从胸腔中挤出来的，心中诅咒：你家女儿嫁不出去，可不要求着我家娶。玉儿妹妹，还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骆玉儿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一把夺过玉佩。嫂子，这玉佩就拜托你处理了，得来的钱给孩子们买糖吃。谁家买的糖那么贵呀？这玉佩可是价值千金。骆玉儿不再理会众人的神色，虚扶着骆老夫人往门外走去，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不过却带走了严有为那颗破碎的心。骆老夫人、骆玉儿前面走，陆氏忙跟上，心中骂道：一群烂人，不知道干娘还会不会理我。他这几年在严家的地位都是来自于骆家无形中的支持。等明天我得回骆家看看，骆玉儿怎么不好骗了，我还得好好忽悠忽悠他们。有为哥哥，你不要伤心，等明天我回骆家再打听打听，也许是玉儿一时想不开，我会好好劝劝他。你这样有才有貌的男子，整个京城都难找，他一定会后悔的。真的吗？他真的会后悔吗？太好了，太好了！玉儿妹妹心里一定是有我的。凭什么？凭什么好的都是你的？凭什么你的命就那么好？假的，假的！她这一辈子都不会嫁给你了。我就是漏算了，她还会回来；也漏算了，她居然有胆量退婚。好后悔，当初怎么没有亲手杀了她。严默看着刚才还热热闹闹的大厅，此刻变得寂静无比，心中堵得难受，瞪了严老夫人一眼，白了两个小辈一眼，双手背于身后，回了书房。他得好好思考严家未来的方向。他伤退后几乎已经没了人脉，当然他心里清楚，严家在京城里能有现在的地位，儿子有现在的官职，一定程度上是沾了骆家的光，只是怎么会到今天这种地步？让儿子自己先折腾吧。若是还能把骆玉儿娶回来，今天的闹剧就是两个孩子闹脾气，与家族决裂无关，那是再好不过了。若是娶不回来，乌莲花应该也会与骆家决裂。他家世太薄，那就只能给儿子另寻一门婚事了。骆玉儿真是越来越不识抬举，失踪了那么久，悄悄地多陪一些嫁妆嫁过来，啥事也没有，非要闹今天这么一番，不就是见儿子娶了乌莲花吗？度量太小，太小家子气。对着抱着一起的严有为，乌莲花翻了白眼。光天化日，成何体统？家事不行，就是上不了台面。玉儿妹妹，都是一家人，以后有事儿可以喊上我与母亲，我与母亲为你加油呐喊，绝不会给你拖后腿，如何？在骆老夫人期盼的目光下，骆玉儿嘴角勾起，微微点头。好。哎，乖女儿。一句乖女儿让骆玉儿垂下了头，神色有点落寞。你的女儿几年前就应该已经死了。有点心疼这个慈爱的母亲。陆氏看着愿意与他们亲近的小姑子，眉间的笑意更加明媚了，心里开始担忧起骆玉儿的婚姻。多好的女孩子，婚姻怎么就那么坎坷呢？第二天，京城中出现一小股关于骆玉儿的流言，说她曾经在某个青楼出现过，说的有鼻子有眼，还说她在江南某一个富户的后院出现过，那谁亲眼所见。不过这些不堪的流言很快被消灭一空，快得让人不可置信。查出来是谁散播的流言吗？已经查出一些。严家乌莲花不要动，留个娘亲，其他的人我不想见到他们，也不想听到他们说话。是。他知道若是情节严重的杀无赦，若是情节不严重的流放偏远之地，发挥最后的价值。贤王他主子之前就是这么干的。
我要找那个娘们唧唧的男人。骆宝宝呢？告诉我，他在哪里？我要和他决一死战。娘太会惹事了，惹了贤王没了结呢，现在又招惹一个决一死战的对手。欧阳明月见到贤王的缩小版，心头一紧，神色微微一收。我不是来找茬的，我要找那个像女人一样的男子，我想与他比一比，看我究竟哪里比不上他。长得那副柔弱模样，小爷我一个手指就能捏爆了他。骆宝宝眉头紧蹙，气压微低。欧阳明月忙停下了话，眼神有点躲闪，说话也有点结巴。我就是想见见他，我想向他学习。天哪，这孩子与那个面瘫简直一模一样，要说他不是亲生的我都不信。小小年纪气场这么大，未来不可限量。我好心痛。严姑娘为什么不喜欢我？为什么？你与严姐姐以后会如何，我不知道，但那个男子对你构不成威胁，不要再找他了。骆宝宝非常嫌弃地看着欧阳明月，年纪一大把，还像孩子一样倔强，怪不得严姐姐看不上他，活该！还想捏我娘，小心我捏爆了你！真的？忽然觉得一阵阴风刮过，欧阳明月不由得打个哆嗦。骆宝宝白了欧阳明月一眼，假的。欧阳明月忙小跑着上前，一脸谄媚。你说的是真的？那小子真的不会对我产生威胁？不对啊，严姑娘喜欢他不喜欢我怎么办？欧阳明月的脑袋如一团浆糊，怎么想都想不通，眼巴巴地看向骆宝宝，希望他能再多说几句，指点迷津。突然他灵光一闪，从怀里掏出一沓银票，他不敢直接放在骆宝宝的手里，而是放在了旁边的桌子上。一点小意思，给洛心儿买糖吃的。骆宝宝又白了欧阳明月一眼，眼睛淡淡扫过那一扎银票。看在钱的份上，我就大发慈悲一次。严姐姐喜欢不假，可不会嫁给他，他也不会娶严姐姐。他纯粹想白嫖，我阉了他。孺子不可教也。骆宝宝有种想捏死他的冲动，但看在钱的份上，骆宝宝又说了一句：他们不是你想的那样，他们也不会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关系。啊？他不行？下一刻捂上了自己的嘴，他不知道怎么回事，感觉但凡说那个男子一点不好，骆宝宝就有种想找他拼命的错觉。不过那些都不重要，欧阳明月乐得眉眼弯弯，嘴角上扬。看那小子白净模样，一定是个不行的。天助我也！送客。多看一眼，都嫌他污了自己的眼睛。欧阳明月得到了想要得到的答案，咧着嘴，笑得像个二傻子一般，小跑着出了贤王府。骆宝宝听着欧阳明月走远，忙回过头来，眉眼弯弯，一脸笑意，疾步拿起桌子上的银票，嘴角上扬，笑得可爱。此刻的他才是一个小孩子该有的模样。我一张，心儿一张，贝贝一张；我一张，心儿一张，贝贝一张。哼，他还挺大方的。贝贝是谁？我弟弟啊。什么弟弟？风叔叔是傻了吧？弟弟就是弟弟啊，他在心儿后面出生啊。骆宝宝笑着回答，若不是风首领对他还不错，绝对要赏他一个白眼。风首领脑袋一懵又一懵。弟弟？什么弟弟？一母同胞吗？骆宝宝已经把钱分成3份，听风首领这样说，很随意的点头。风叔叔终于聪明了一回了。下一刻，风首领傻了眼。你娘同时生了你们3个？不然呢？要不1个月生一个，还是1年生一个？你怎么没说你们是3胞胎，你还有个弟弟啊？我没说嘛。
风首领眉眼弯弯地看着骆宝宝，一脸认真地摇头。哦，那应该就是我忘了吧，我去把银票放司库里。这一日，贤王命苦地陪着骆贝贝放羊，两人在青草地上并排躺着，一狼一马对峙着。羊群倒是不管那么多，悠然地吃草。贝贝，京城里的能人很多，随我去京城吧，别忘了你的司库等着你去开启呢。贤王眉头轻拧，好言相劝。这几天贤王劝的脑袋都大了。这孩子怎么就一根筋？爹爹，你不用劝我了，我不去京城。最重要的，我知道我娘刚去京城了，我才不傻呢，我那枪口上撞。贤王眉头紧蹙，突然两人同时坐起身，看向远处。这孩子够机敏，武功也不差，以后绝对能做一员大将军。哼，不愧是本王的孩儿。两人眯着眼睛看去，突然骆贝贝眉眼弯弯，动作利落地翻身骑上狼，手放嘴里，以手为哨。只见两只雕从远处急速飞来，盘旋在骆贝贝的上空，不时低声鸣叫。洛心儿与洛水悠哉悠哉地骑行，突然远处的一群白色的羊群吸引了两人的目光。你看，羊群。烤羊肉串、羊肉涮锅、烤全羊。洛心儿眼中那一群的羊都是一道道美味，不由得哈喇子直流。突然远处一人骑着什么东西疾驰而来，武静雅心猛地一紧。洛水仰起头，抬起手指着天空。你们看，雕，2只雕。洛心儿感觉心脏砰砰乱跳，自己对面应该是个熟人，瞪着眼睛盯向远处。罗贝贝，洛心儿！清脆激动的声音在草原上响起。杨儿抬头看了一眼两个孩子，又低头吃起草来。两人相遇停下，洛心儿眼睛发亮地看着洛贝贝胯下的狼。我要骑。狼看着对面马上的小不点，前爪刨地，发出低吼，抗议着。洛贝贝抬起手，轻轻拍了狼的屁股。老实点。抬起头，对着洛心儿笑盈盈道：好啊。洛心儿眉眼弯弯，笑得灿烂。见洛贝贝下了狼背，只见他单手拍在马背，飞身而起，快速地落在狼背上。你真好。你还是正常点吧，我恶心。臭贝贝，你找打！洛心儿胯下的狼突然一惊，老实了很多，没有低吼，也没有了那么多小动作。毕竟又是一头母老虎，惹不起。这才对嘛！我也想要一个，你再给我找一个，我想要白色的。对了，老虎怎么样？我觉得我骑上去一定很霸气。他一来准没好事儿，就知道压榨我。啊，说话呀，哑巴啦！真是的。这叫什么？一物降一物。还白色？你以为挑白菜呢？白色的狼那是狼王，人家凭什么跟着我呀？还老虎，我看你像老虎。我家已经有2个母老虎了，不怕老虎多了起内讧啊。只是需要机缘的，若是有好的，我一定给你找一个老虎当坐骑。这个狼你要是不嫌弃，就先骑着吧。我可爱的心爱的狼先生，不是我不想要你，是他太厉害了，我不得不从啊！你不要怪我得想办法让他赶紧回京城，我不欢迎他。哼！刚才的激动欣喜犹如昙花一现，多一刻两人就要相看两厌。爹爹，我是不是很厉害呀？厉害，我的女儿呢，就是那么厉害。洛心儿微微抬起头，眉眼弯弯，笑得得意又臭屁。
洛贝贝往前走了几步，看向两个女孩，大方地抬起手打着招呼：你们好，我是洛贝贝，洛心儿异母同胞的弟弟，我们关系很好。你们是洛心儿的姐姐，那也是我的姐姐，姐姐们好。你好，我是你表姐洛水，你舅舅洛磊的女儿，我还有个哥哥洛石，他现在在京城。你好，久仰久仰。洛贝贝眉眼弯弯，双手抱拳，带着一丝侠气。洛水如洛贝贝一般抱拳，好说好说。这个弟弟我喜欢。我是武静雅，你姐姐的陪读。我是李川，擅长追踪，是王爷的手下。王爷？什么王爷？你是王爷的手下，与我有什么关系啊？洛贝贝越听越迷糊，开口又发出几连问。李川眼睛瞪得像铜铃。洛心儿的爹是大夏朝的三皇子贤王。半天才憋出这么一句，也是想了半天才想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洛贝贝眨着眼睛低语：洛心儿的爹就是我的爹，那就是贤王也是我的爹，然后贤王就是战王，那就是战王是我爹，我爹是战王，战王是我爹。洛贝贝笑得像是傻子一般，飞快地跑向贤王，呆呆地站在贤王面前，仰着头，像是看一座大佛一般的虔诚地看着贤王。这是他心里的偶像啊。你是贤王，也是战王，也是我爹。贤王点头，眼中带着疑惑。那你为什么不说你是战王呢？战王是大家对我的一个褒奖，那我也不能见人就说啊你好，我是战王，那不得笑掉别人大牙呀。你可以不对别人说，但是一定要告诉我呀。战王是我心中的偶像，你知道什么是偶像吗？就是战王我的人生目标。你知道我的人生目标吗？就是成为一个像战王那样的顶着天立在地的男子。贤王看着这几天对他有些爱答不理的儿子，此刻却像是一只麻雀般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心里有些发胀，也有点发酸，不知是该高兴还是该失落。他这个爹的身份居然比不上战王的身份，对爹是爱答不理，对战王是推崇备至。他爹与战王还是同一个人，这事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洛贝贝。爹爹，你能给我讲讲你那些年打过的仗吗？我特别想听。你不知道酒楼茶馆里说你长得特别高，还特别胖，不过说你长了3只眼睛，一手轻轻就能拍死一个人，还说你生气了是要喝人血的，你喝吗？味道怎么样？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没有那么夸张。你这不也看到了吗？多数都是以讹传讹罢了。怎么能这么传谣言呢？都让孩子误会了。贤王也很无语。我都跟你说过了，战王一定是个比普通人厉害一点的人，你偏不信，真相信了吧？你别说话。洛贝贝白了洛心儿一眼，看着贤王接着问：最后一场仗听说是打了几天几夜，尸体堆了一地，是吗？这个事以后再说，可以吗？我只能说呀，那一仗打得惨烈。语气低沉，也带着伤心与颓废。洛贝贝双手握上贤王的大手上。你不要伤心，以后有我陪着你，你以后要是再打仗，我给你当前锋，绝对杀他一大片。洛希儿帮你调集粮草，冬雪姐姐负责救治伤员与药草，以后我会横扫天下，让日月所照皆为大夏。贤王听了眼眶湿润了，心窝里都是暖暖的。救家人的感觉真好，本王终于不是一人孤军奋战了。洛贝贝仿佛受了鼓舞，眨着眼睛再接再厉。我还跟你说啊，洛宝宝到时候可以统筹一切，
秋香姐姐给我们做好吃的，然后还负责大后方安稳。春华姐姐掌管着我娘的钱，要是打仗钱不够了，我就偷些回来。总而言之，我一家都很厉害，把家底也快掏光了。洛贝贝说的嘴角上扬，心情舒畅。天知道，当年小小的他坐在茶楼里，听着说书先生讲述战王的最后一战时，哭得稀里哗啦，比死了爹都还要难过。我的战王怎么能那么惨，那么无助呢？小小的他心里默默发誓，以后要成为一个打仗特别厉害的男子，成为战王的左膀右臂，然后所向披靡。回到了营帐，洛磊看见自己久不见的女儿，激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拉着她问长问短。听说她与洛星儿离家出走，顿时吓得后背一阵凉汗。娘来信说的还是太保守了，说什么几个孩子要来边关玩，让注意着点儿。这是玩吗？这是偷溜出家门。娘现在也不让人省心了，学会偷换概念了。不过洛星儿长得真的很像玉儿，想拉着洛水训斥一番，可看着不大的女儿，看向她如沐思念的眼神，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只剩下哽咽。终究是爹对不住你与时儿。看着风尘仆仆赶过来的洛星儿，只觉一阵头痛。这孩子们怎么都这么不省心呢？妹妹这么多年是怎么过的？真是苦了她了。贤王嘴角上扬，难得的一脸笑意。好，我打算后日启程回京城。我刚来，还没有好好玩一玩呢，为什么要这么快回去？话落，瞪着眼睛看向洛贝贝，又不停地眨着眼睛。你快说话，说你也不想回去。洛贝贝呲着牙，笑得像个二傻子一般看着贤王，没有说话，甚至都没有多看洛星儿一眼。哎呀，你这个弟弟没救了。洛星儿知道只能靠自己了。多玩一日算一日吧，不应该说能潇洒一日算一日。回了京城，等待洛星儿的会是无尽的书海与作业。爹爹，我们再玩半个月吧，我还想等回去的时候吃李叔叔、郑叔叔的喜酒呢。哦，说来听听，要是说的令我满意，我就同意了。说起来，我还是媒人呢。洛星儿把事情的前后说了一遍，听得众人笑得前仰后合。他纯粹为了一顿喜宴与喜钱，硬把人家撮合在一起了。为了吃的，能想出这么个招的人，应该就只有他了。我也要去吃喜宴。洛府明月轩里，洛老夫人陆氏坐在屋里，眼泪汪汪，拿着手帕不停擦拭眼中泪水。洛玉儿拧着眉头，无奈地讲述了她记忆中的一些事情，占用了人家女儿的身体，人家今天还维护了自己，怎么的也不能太不近人情吧。我与颜有为、乌莲花一起吃了东西后，觉得身体发热，后来遇到了歹人，我就只能跑啊，好像跑到了一个山洞里，应该是山洞吧，记不太清楚了。醒来的时候觉得口渴，好热，看着旁边躺着的男人。洛玉儿虽然是一个现代人，可说起这样的事还是有点难为情，不由得低下头。然后我就扒了他衣服，然后我就跑了。那时我也不知道怎的失去了记忆，之后有了孩子，就一边流浪一边想办法挣钱养孩子。那男人是谁？得让他负责呀。洛玉儿玩味儿地缓缓抬头，看着陆氏，眨了眨眼。陆氏的脸更红了，这才想起来小姑子的孩子就是贤王的孩子。那个玉儿妹妹，趁着贤王不在京城，你赶紧的跑吧，等他回来，你想走都来不及了。陆氏想着那个杀人如麻、一身清冷之色的贤王，就忍不住浑身打颤。若是让他知道
这个强行侵犯他的人，此刻人在京城，不知道他会不会一刀砍了小姑子，这个家会不会也受到牵连？万一他要报复洛府，此时洛府只有2个弱女子，可抵挡不住贤王的怒火呀。这个嫂子真有趣，对于扑倒的人不一样，她的态度居然天壤之别。贤王难道是什么洪水猛兽，那么吓人吗？洛玉儿看向洛老夫人，洛老夫人的神色也不好。玉儿啊，你还是赶紧走吧。贤王虽然对孩子们还不错，对你只怕……眼中带着惊恐之色。贤王的风评一向不是太好。洛玉儿定定地看着2个真心关心她的人，心里暖暖的。你们放心好啦，他也没那么嗜血的。可那可以吗？这小姑子看着柔柔弱弱，怎么干出那么惊天动地的事啊？睡了战王。相传战王睡觉都是一只眼睛睁着，一只眼睛闭着，枕头下面放着一把匕首，抱长剑入眠的。战王爹爹，我们明天就要回京城了。那在京城是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也可以这么说，在京城里你可以横着走。洛贝贝听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白净的脸蛋在贤王的身上轻轻地蹭呀蹭，如一只乖巧的小猫咪。战王爹爹真好，我最喜欢你了。夹着嗓子出来的声音又软又糯，糖分绝对超标。咦，酸牙！没想到我爹爹吃这一套。你说我爹厉害，还是我娘厉害呀？贤王武力高强，头脑聪明，主子目前江湖上还未遇敌手，脑子嘛，绝对的聪明。我说不好，我觉得他们应该棋逢对手吧。我还想着，若是爹爹厉害些，我们3个要是犯错了，可以找爹爹庇佑呢。这么聪明的想法，是不是要泡汤了？可能吧，只怕主子生起气来，贤王还要让3分呢。要是主子与贤王统一战线，你们只怕要自求多福了。洛贝贝，你的羊怎么办？当然是带回京城了。要是把羊都带回京城，那年底还能回去吗？我看也可以，我们可以一边走一边吃羊肉。第2天，天刚破晓，洛川、洛磊眉头紧锁，挥舞着手臂，看着一群人与羊缓慢的前行。孙武一人坐在马车里，闭着眼睛感受着四方的气息，心旷神怡。他年轻的时候仗着身体好，太任性了些，一次入雪山冻伤了腿，留下了后遗症，9旬良医皆无用。后来双腿日夜疼痛，渐渐不能行走。突然一天，洛玉儿一身男装出现在他面前，神情淡然，语气坚定。我治好你的腿，你收我儿子为徒，倾囊相授。孙武从没有遇到这样的谈事的，迟疑了片刻。你若是觉得勉强，我就不打扰了。话落，洛玉儿就要离开，丝毫不见迟疑之态。孙武此刻顾不上什么面子里子了，快速张口：我同意。后来得到了一个天赋极高又特别贴心的徒弟，腿现在已经不那么疼了，只是还用不上劲而已，治好只是时间问题。孙武听着马车外那个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不由得嘴角扬起。我徒儿很有可能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第1大将军。